少爷，我这里刚进了一批大宗门出身的仙子，您要不要来看看？别瞎扯，人少爷挑仙奴必然是用来滋养灵根，背景管个鸟用！嘿，你别说，上次在我这里买仙子的那位少爷，就专挑有背景的高级货。滚蛋！少爷，您要不来我这儿看看？我摊位上可是有一位水灵根仙子，足以把少爷您的灵根滋润的通透畅快。穿越过来10多天了，曾经灵气充沛的仙谷盛世，在魔潮入侵后，灵气彻底枯竭，失去灵力的男仙仙者成了苦力，仙子惨遭抓捕，沦为仙奴。这虎面妖商极力推荐的仙子，体内水灵根估计早就被榨干了。这样的仙奴买来能干什么？连用作呵护灵根的灵盆都够呛。这人要求会不会太高了？这么多仙子，居然没有一个能入他的眼。这位少爷，我看你逛了半天也没找到心仪的仙奴，您要不要去我摊位上看看？我那边可是有位眉清目秀的男修士。滚你妈的！这位少爷，您要不要看看我家的仙奴？我后院里都是大宗门出身，从前起码也是元婴境的尖儿货。不用了。仙奴肥育手册提示，对方灵根净度70%，太难了。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一个灵根净度是50以上的仙子。少爷，您不会是想买它吧？他怎么了？少爷您过来，不瞒您说，他吧不怎么听话。我把他从灵仙山上捡回来的时候，你知道的，这种仙奴性子最烈了。我捡他回来的时候，可就被踹了好几脚。要不是前阵子下了点雨，估计早就被渴死了。哦，你会好心告诉我这些消息？少爷，你说笑了，老妖我这可是100年老字号，做的是包售后的长久生意，照顾的都是回头客，跟那些赚一票就找不到的散商不一样。要是您买下它不满意，那我不是自砸招牌吗？少爷，我看你也不缺钱，我这里的仙奴都是10枚灵石的售价，同样的价格，您可以在这里边挑一个听话的仙奴。算了，我就要这个。那少爷，您确定要他的话，现在就可以交钱结奴灵印了。确定了。喂，让你起来配合少爷结奴灵印，听见没有？奴灵印，不可能！在仙古时期，奴灵印可是修仙者们用来和灵兽结成主仆契约的一种仪式，哪怕灵兽再不情愿，待奴灵印生效后，也会被调成温顺听话的小猫小狗。可现在竟然有人要在我的身上使用奴灵印！这位仙子，现在可不是什么仙古纪年，今年已经是魔历153年了，配合一点，对你我都是好事。配合你没有追求的见面，我怎么可能？您还真是深知这些仙子的弱点啊！少爷，请带他来这边房间结印。少爷，需不需要我打些水来，也好让您看清他的脸？我这100年老店可从来不会卖低劣仙奴。不用那么麻烦，赶紧开始结印好了。少爷通透。那我去门口等着，您好了随时叫我。坐下。让你坐，还不愿意了？已绑定仙奴云清河，木灵根天骄，灵根净度70%，境界元婴后期，负100的忠诚度。头衔天赋
可自动为奴主的晶石补充灵气。好家伙，这仙子竟然还是个富婆，甚至还有能够自动产生灵石的经济技能。仙奴忠诚度提升50点，会解锁新头衔，补充灵气的数值随忠诚度增长。目前每日可补充的灵气为0，居然是0。起来，走了。走？跟我回家。谁要跟你？你现在已经成了我的仙奴，不想死就老实一点。少爷，结印完成了，您要不要再看看别的仙奴？他们可都是以前那些大宗门里出来的高级货，多买一个仙奴也能多一份刺激。你院子里的那些就不用了。你要是有新的仙奴，记得第一时间通知我。多谢少爷，少爷灵根18。对了，敢问少爷住哪儿？到时候有货了，我亲自去通知少爷。一直往南走，第一个房子就是我家。往南走，南边那不是临仙城边郊的贫民窟吗？贫民窟的穷人连生活都很困难，是怎么享受得起仙奴的？林少，你也终于买仙奴了。刚从市集回来。你家在干什么？弄这么大动静？砌墙啊！这是夏风在为不久后的魔潮做准备。夏风说过，正常情况下，这样的魔潮差不多1月一次。虽说现如今的魔潮威力远不如从前，只是这种砌墙的方法到底能不能抵御魔潮，我还持保留态度。妈的，天天吃老子的，让你砌个墙都做不好。对不起，主人，我已经没力气了。昨天晚上之后，腿就一直发软。你还赖我了？你要是今天不把这面墙给砌完，今晚就让你尝尝老子没有觉醒灵力的火灵根。不敢了，主人，我不是赖你，我会继续努力干活。呸！那就给老子好好干。怎么样，林少？你看我这仙奴钓的可以吧？等我这边把墙砌好了，我再给你分享分享经验。这就是作为仙奴的下场吗？自己的未来吗？仙奴云清河的忠诚度下降，现为-130。哎，不是，都他妈发-100的忠诚度了，竟然还有下降空间。那我就不打扰你了，你也赶紧回家去享受享受。刚买的仙奴可是最得劲儿的时候。哪怕成仙之前，我也没在这样的环境中待过。毕竟有着金龙仙子头衔的我，从前可是住在仙雾缭绕、聚集天地灵气的仙阁之中。在这里待着。难道隔壁仅仅只用一块破布隔开的房间是便厕，还是澡房？如果自己的往后余生都在这里的话，那岂不是随时都会被……拿去，把脸洗了。擦擦干净，然后就开始作为仙奴的命运吗？我不认为他只是好心，让我将脸蛋擦干净，就如隔壁的那位仙子一样，明明身上的衣着已经破烂不堪，但唯独脸上却清洗得格外干净。那些买下仙奴的奴主们，不就是因为看着仙子们的脸，才会让他们更加兴奋吗？哎，不是，老子只是让你洗把脸，你怎么又扣了10点忠诚度？现在，云清河的忠诚度已经来到了-140。可惜了，毕竟现在对我来说，生存远比滋养灵根更重要。如果不想办法提升云清河的忠诚度，获得更多仙奴手册的技能，我可能没办法活过下一次的魔潮入侵。虽然奴灵印的确能让他乖乖听我话，但仙奴手册的忠诚度判定，明显更遵从仙奴的内心。这就要开始了吗？自己身为仙奴的未来，给我的。我还不至于让自己的仙奴喝洗脸水。那老妖上曾说过，
云清河被带到他那边的时候，已经很久没有食喝了。从前的仙子的确只需要汲取天地灵气，不用同凡人般依赖反水粗食。可现在灵气都没了，云清河即便是元婴的实力，那也得跟凡人一样。涨了，真的涨了！一碗水真的让他的忠诚度涨了5点。只是一碗水，能不能再给我一碗？你等着。果然又涨了，竟然又提高了5点。也就是说，只是让他喝水，就已经提升了10点的中意度。看来我找到了提高忠诚度的法子。不管他性子多倔，身体上的需求都避免不了。2碗喝下去，他对水的需求应该差不多了。再逼着喝，恐怕会扣忠诚度。但喝水，终究给了我一个启发。这个厨房可是花了我足足2枚灵石来布置和采购的。来到这个世界后，我就明确了自己的2个最大需求：活下去以及吃点好的。可这个世界的食物对我来说根本难以下咽，自己冻成了唯一的选择。索惠穿越后的运气还算不错，醒来时身边有15枚灵石，这在贫民窟里绝对算得上巨富开局。那个家道中落的邻居是个例外，以至于我都有些怀疑自己穿越后的祖先是不是也跟夏风一样。这是人界的饭菜香。妈的，老子吃饭你看我干什么？墙不砌好你还想吃老子的大饼？对不起，主人。算了，先停下，给我过来。仙奴能不能吃饭是要等主人同意的，把主人伺候舒服了，自然就能得到饭菜了。可是从他买下我开始，我就没给过他好脸色，因此还被奴灵印折磨了好几次。隔壁的仙子已经让我切实认清了自己的地位和处境。那么他手里那香喷喷的饭菜，我该怎么得到？又该用怎样的方式去讨好？那家伙又开始干活了。我记得早上出门的时候，他不才结束过一次？过来吃饭。喂，叫你吃饭你没听到？叫我？而且是叫我吃饭。仙子是不用吃饭，但仙奴得吃。花了10枚灵石把你带回来，不是让你饿死在我家的。我对尸体可没什么兴趣。所以我真的可以吃你做的饭？怎么奴灵印又有效果了？我分明没有违抗，等等，这次奴灵印生效的有些莫名其妙，至少刚才他的眼神明显要比之前缓和了许多，连表情和语气甚至都有点认命的意思了。我觉得如果非要说是哪里出了问题的话，估计就是在称呼上了。称呼？你换个称呼，把刚才的话原原本本说一遍。好。所以我真的可以吃主人做的饭吗？果然是称呼。你知道这钟声是怎么回事？是魔潮来了。那吃饭吧。那主人，我该去哪里吃饭？这个土包就是饭桌，饭桌就这么大，你在周围随便找一块坐着吃就行了。只要把我交代给你的事情完成好，其余时候你想做什么，我不会管。那你那主人的意思是，我还有一定的自由？真的？忠诚度加60，现在为负70。他的天赋可以自动为奴主的晶石补充灵气，目前每天可以补充3点灵气，每增加10点忠诚度，每日补充的灵气就增加1点。忠诚度越高，能得到的灵气就越多。奴主构阵当前有2个炼气级阵法可以不论数。第一，复灵阵能够生产灵气，但需要拥有能够生产灵气的仙奴，这个条件我已经有了。第二，闭魔阵，它会消耗灵气，能让我们在低等魔潮中隐藏起来。不过还需要解锁云清河的第1个词条才能真正使用，这才是仙奴手册真正的作用。培养仙奴，就能解锁更多更强力的奴主构阵。这些阵法不仅能够帮助我在这个世界更好的生存，甚至还能彻底征服这个世界。比起当初我看到的那些被当作牲畜的仙子，以及隔壁那位还在发出呜咽声的仙子，即便是仙奴，我也觉得自己是比较幸运的。他不但给了我水和饭，还承诺会给我一定的自由，甚至连在仙界都做不到的平等，他都潜移默化地表达了出来。我的奴主兴许是个善良的好人。
你不吃？吃饭这种事情，应该要得到主人的允许才能动筷。吃吧，吃吧。怎么样？主人的炒饭好吃。忠诚度又增加10点，现在是-60，每日能够补充的灵气也提升到了4点。你知道这钟声是怎么回事？是魔潮，魔潮来了！林少，你听见林仙城的钟声没？听见了，怎么回事？之前忘记跟你说了，就代表当晚会有魔潮袭来。妈的，这魔潮竟然提前了！总而言之，祝你好运，林少。我现在也得亲自动手去砌墙了。贱人，动作麻利点！要是今晚之前不把墙砌好，老子在完蛋之前先把你玩完。主人，我们也要砌墙吗？不用，我有我的节奏。看来魔潮真要来了。这个时辰明明还远远没有到天黑的时候，而夜幕提前降临，正是魔潮涌来的一种征兆。对啊，他从前可是仙子，富灵阵本来就是仙家的构阵公式，所以直接问他不就好了？你知不知道富灵阵应该建在什么地方？富灵阵，魔潮入侵之后，天地间早已经没有灵气可用了，但它的原理主就要依靠天地间的天然灵气。一般来说，富灵阵都是建在仙家弟子平时歇息的地方。没错，这里不就是老子家里？那怎么就不能构阵了？这样建造的好处是，弟子休息的时候，阵法也能收集周遭残余的灵气，也能让弟子哪怕在睡觉时都得到灵气补充。对了，就是床上。等等，这个形状为什么既熟悉又陌生？联想到他刚才问起的富灵阵，没错，这就是富灵阵的构阵方式。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小的构阵，在仙界，我宗门里的富灵阵甚至比整片贫民窟还要大。构阵师水平越高，越能在不大的地方构建复杂阵法。我的奴主竟然还是一位优秀的构阵师，不错，构建的的确是富灵阵。好了，但能在如此狭小的地方构建成功，他的级别绝对不低。可问题就是，主人，这富灵阵需要天然灵气作为基础才能激活。不用，你上去。富贵家族的男人往往会把女子带进富灵阵中，在灵气滋润下，便能让他们品尝到极似仙子的滋味。而作为仙奴的我，已经失去了仙子的灵气，所以他现在让我去床上。时间来不及了。这是灵气，在魔力153年的今天，这本不可能出现。你只要待在床上，富灵阵就能依靠你的木灵根生产灵气，这是唯一的前提。想挺过今晚的魔潮，你就老老实实别乱动。这是我第一次见识，既然阵还能这样启动，可这点灵气甚至比不上半块灵石，又怎么可能抵御魔潮？完美，该睡觉睡觉。丑日的，开门！妈的，果然是贫民窟。昨晚的魔潮都来了些什么玩意儿？原来是赤虎大人。哦，我记得你。夏风那小子说过，你是新搬来的。这是城主大人施舍给你们这些平民的低保。不过其中的3块晶石需要填满灵气，上交给城主大人，以表对城主大人对整座灵仙城的保护。保护费是安城税。转头去下一家，还待在这里干什么？哟，没想到这个新来竟然还挺富有，恐怕祖上也是跟夏风那家伙一样。3块灵石，真够黑啊！我竟然睡着了。昨晚的魔潮是一群魔界蠕虫。所以主人，你竟然真的在魔潮中活了下来。这个问题很白痴。对不起，主人，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原是仙界运灵宗宗主的亲传弟子，名为云清河。林恒，仙奴云清河中值度加20，现在为-50。仙奴天赋可自动为奴主的晶石补充灵气，目前每日可补充的灵气为5，每增加10点忠诚度，增加1点灵气。
仙奴忠诚度提升已满50点，解锁仙奴的新头衔萌芽瑶仙。她是韵灵宗内如春芽般生长的木灵根仙子，被天才地宝所供养，天生娇贵。但在历经风雨后，萌芽瑶仙会变得格外脆弱。头衔天赋赋予奴主春天般的亲和力，增加奴主在保护行为上的忠诚度提升，适用于所有仙奴。升级后可获得头衔银玉仙姬。当萌芽瑶仙被奴主呵护成长后，会主动满足奴主的一切需求。昨天的魔潮竟如此恐怖。已经没事了，待在我这里会很安全。发的，乔姐啊，林少！洗完脸就继续在床上待着。好。林少，你真活着！你昨晚这是？那群该死的蠕虫，连老子的衣服都啃！都怪那墙砌得太差，虫群啃几下就没了。不过说起来也奇怪，昨晚虫群都堵到床头了，可他们忽然像没看见我们。也不知道小赤虎是不是偷偷进过老子家里。我的家产就只剩7枚灵石了，除开这1年的吃喝，也就只能剩5枚。一定是这样，他看我家那仙奴的眼神不对，难怪他砌墙总有气无力。在修仙的末法世界里，竟然也能有牛？等等，应该不太可能。他伺候别人，奴灵印会生效。哎，不是，老子过来是跟你商量怎么搞灵石的。所以你有办法？没有，实在不行，咱们去北郊修城墙。你这体格，我估计扛不住连日的修缮活。可不是嘛，我可不想栽在修城墙这事儿上，我那仙奴都还没用够。对了，死！你有办法了？咱们邻居不是死了吗？可以去他们家看看啊。林少，走。你自己去就行了。我还有点剩余，那我可一个人独享了。林少，你可别怪我吃独食。去吧去吧。加上这块快满的晶石，云清河一天大概能生成5块灵石，这个速度比母鸡下蛋还快。不愧是主人，一天竟能得到这么多灵石。有了稳定灵石来源，哪怕什么都不做也能过得不错。也该给家里添些东西了，还要留些灵石，继续筛选新的仙奴。明天记得叫我早起，我得去市集买些东西回来。好的，主人。我认可他，可我仍难接受和异性同床。我没有反抗，因为这是仙奴最基本的工作。对了，差点把你忘。不好啊！你的狗连叫都不会叫，让它汪汪叫！刚把你买回来，你也需要一些东西。行了，先睡觉吧。果然，善良的奴主也会温暖人吗？忠诚度+5，现在为4%之40，这就有些奇怪了。他明明已经服从我。主人，是不是扫帚倒在床上了？忠诚度-5，没错，的确是扫帚倒下来了。他还没真正顺从。主人，起床了。他应该又看见了昨晚的睡姿。庆幸的是，那5点又加回来了。保护动作有忠诚度加成，现在是放40，今天应该能产6枚灵石。我出门了，你就在家坐在床上。是，主人。火灵根仙子，要不要看看？土灵根能干活。这里的老板怎么没开门？魔潮那天晚他就走了，抱着10几枚灵石上了林仙山，说是要干票大的，也不知道还回不回得来。不好啊！不好啊！你的狗连叫都不会叫，让它汪汪叫！蠢货，少爷要听狗叫，没听到吗？可是主人，你什么你，赶紧叫！我哼，这才像话。
你小子怎么来这里了？来买砖的。你买砖？我昨天才要他交3块零食，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他竟然还有闲钱买砖，还是不好玩。哎呦，我的小少爷，你可当点心。少爷，仙奴培育手册提示：灵根进度79%，已满足培育条件。我要他！我要他给我当狗，给我学狗叫，让他来！快点！我要他！我要他给我当狗！不可不可，少爷万万不可！谁让你们真带来的？少爷还不能灵活运用奴灵印，万一出了意外，城主大人非得揍死你们！小赤仔，他们本来就是我舅舅给我的满月礼。舅舅说了，我长大后可以随便挑一个。少爷，您早就满过月了，而且你也还没长大。难怪赤虎不生气，这小尸妖竟然是城主的侄子。快快快，多学几声狗叫，让少爷玩得尽兴。好的，主人。快叫！我能管贫民窟，靠的就是小尸妖父亲这层关系。伺候小孩真不是轻松事儿。对了，你小子怎么还在这里？我说了，我是来买砖的。你买砖？真以为雪鬓大人的石砖跟市场廉价货一样？这一箱可是要足1整枚。够了吗？你好像说的是1枚。够了。那你明天的零食怎么办？3枚，1块都不能少。明天的事明天再说。现在我只是来买砖的客人。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店虽不是我的，但卖出去我也能拿提成。要是做成一笔生意，还能得雪鬓尸妖赏识。我记得这家店有帮忙送货的服务。那是当然，雪鬓大人的店只做高端生意，最尊贵的服。这次好像只是贫民窟生意。算了算了，老子亲自给你送货。来人，搬货，小心点儿。刚来时我也会震撼，苦力的话，男修士明显更适合。见多了也就麻木了，不过是有钱人的癖好。好了，去！没想到你还有闲钱，竟然还拿得出1块零食，连仙奴都买得起。过去应该也有点背景吧？不过别忘了，明天上供3块零食，差1块，我掀了你家房顶！吵死了！倒不是我脾气好，我在想那位紫衣仙子，灵根进度79%，云清河70%就有意外收获。如果能收下它，或许好处更多。喂，小子，到你家了，有办法了。你们几个赶紧搬进去。石砖放哪儿？放到门口左边就行。好，快去，都给老子小心点儿。他好歹也是雪鬓大人的客户，雪鬓大人最在乎客户评价。赤虎大人，真没想到您是为雪鬓大人做事的。你不会想让老子打折吧？灵石已经收下了。不，我只是想搭上雪鬓大人这层关系。哼，就你，雪鬓大人可是城里的有好处的。明天上供给您的零食可以加到4块。此话当真？不瞒你说，老子以前可是雪鬓大人的管家。很好，想必您很受雪鬓大人器重。那是当然，雪鬓大人的石砖生意已经做到临边几座大城。临仙城这边是谁在管？必然是赤虎大人您。对喽，但如果雪鬓大人知道您私吞半箱石砖，他会是什么反应？雪鬓大人要是知道私吞，你可不能乱说，我什么时候私吞过石砖？赤虎大人，您看。不好了，赤虎大人，我们的石砖好像少了很多。放屁！这么大块石砖还能凭空消失不成？这怎么可能？我操！你小子，说是不是你搞的鬼？石砖的确是因为我才消失，或者说只有我能看见他们。放到门口左边就行，放在阵眼中间就无法被察觉。这是我昨晚完成闭魔阵后发现的。赤虎大人，你可别冤枉好人。从马车停下到现在，我可是连家门都没进过。这倒也是。
你小子想死？你死了的好像是你吧？私吞血并大人的石砖，还想把城主大人的安城税装进口袋，这不是想死还是什么？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明白？私吞石砖肯定只是栽赃，只要给我时间拿出证据，血并尸妖也不会乱罚我。但私吞安城税，我是真干了，真让城主知道，后果就……原来赤虎大人不明白吗？看来我下午得去一趟城主府。慢着，你到底想怎样？开个条件，咱们一笔勾销。我今天买这么一大箱石砖，显然是想扩修一下家里，但我家就我和一个仙奴，人手显然不够。如果赤虎大人能够搞到一个即将成为仙奴的仙子，我可以当今天只买了1箱石砖，至于消失的半箱，也用不了这么多。这家伙根本就是趁火打劫！现在仙奴市场价有多贵，可偏偏我不能不答应，但不能闹出人命，否则城主一定会盘问我。好，我立马从市集给你找2个仙奴。不用了，我看雪并大人府上的那位紫衣仙子就不错。紫衣仙子，城主大人送给雪并少爷的满月礼。没错。好，这件事我可以答应你。对权贵来说，仙奴最不值钱，少一个再买一个就是。富人不会在意仙奴死活，我想想办法，最迟今晚给你带过来。但是小子，如果安城税的事传到城主府，赤虎大人，您是在威胁我吗？写完货我就回去办，剩下的石砖放在门口就行。快点，写完走。主人，有话就说。刚才有些仙子送来石砖，可放在那边后，为什么突然消失了？这是闭魔阵。闭魔阵，闭魔阵与附灵阵同属低等级构阵。主人居然也会，而且只用这么小的地方就完整构造出来。主人的构阵技术远超我的想象。你就看着我搬砖。对不起，主人。把石砖藏起来，主要是想讹赤虎一笔。有了我，主人还缺灵石吗？今天半日，我已经生产了3枚灵石。讹的不是灵石，是仙奴。主人，您还需要更多仙奴。他之前明明看不起仙奴身份，现在却是这种反应。努灵印没反应，他没有加害我的心思。主人，如果可以的话，请拜托让我师姐也成为您的仙奴，她能做到的。或者说，对您的价值一定比我更多。几个意思？怎么连师姐都来了？听上去是挺刺激，但手册条件不是谁都能满足。我这里不是仙奴收养所。我求你了，主人。我知道你和别的奴主不一样，如果主人答应的话，我可以为主人心甘情愿做任何事。说的好像奴灵印象他能违抗我似的。首先，你恐怕连你师姐的下落都不知道。其次，我对仙奴是有要求的，如果碰见合适的，不用你说，我也会留下。主人的要求，这个灵气枯竭的时代，我们早已失去苦修得来的实力，元婴境界又如何，不照样被当成货物？我师姐的天赋不输于我，她还是一位水灵中仙子，她一定会满足主人的需求。只有在她这里，师姐才不会遭到惨绝人寰的待遇。该生火做饭了。主人，我来帮忙生火。主人，我来帮忙洗菜。但你做这些，对我是否留下你师姐没有帮助。不是的，主人，清河做这些，只是感谢主人留下我，还能给我饭吃。真的。奴灵印没有生效，他说的感恩是发自内心。如果你师姐真的符合要求，我会留下她，承诺和保护能通过头衔提升忠诚度。可这个距离，昨天一个举动就扣了5点，忠诚度加10，现在为放30。金銮仙子每日可补充灵气为7，竟然没有扣忠诚度，还加了足足10点。谢谢你，主人。主人，可以再添一碗吗？仙子果然不同于凡人，比如云清河明显有吃货属性。别出来，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待在床上，给我产更多灵石，
没特殊情况不准下床。好的，主人。喂，小子，喂！人我给你带来了，难怪你会要他。这仙子确实是极品货，记住答应我的事儿。我得早点回去。主人，初始150，大宝鼎，木听兰，初始忠诚度150，头衔血斩仙师，又是辅助系。技能虽然强力，但和云清河的功能多少有些重合。我现在更需要的是立竿见影的直接战斗力。解锁新构阵，仙灵之拳，摄入灵气的汤泉，奴主与仙奴共同浸泡后生效，并完全听从指挥，完美。实力恢复1小时，这就是我急需的顶级战力。仙奴穆听兰，见过主人。和云清河完全不同。我叫林恒，起来吧，往后这里就是你住的地方。城主府那段日子，我见过底层仙奴最悲惨的命运。在权贵眼中，仙奴只是昂贵的工具和牲畜，到了夜里，他们更像消耗品。得知自己被卖给贫民窟普通人，我反而看到了活下去的曙光。我比任何人都清楚，绝对顺从才能换来一丝生存空间。这就睡着了。主人，请问饮水的地方在何处？隔壁厨房，自己去吧。主人，请喝水。往后不用这么拘束，渴了自己打水喝，我没那么多规矩。谢主人恩赐。喝口水也能长忠诚地。主人，您和您夫人就这一张床吗？我没夫人，她和你一样，也是我的仙奴。至于床，过几天会添置。仙奴竟然能被允许睡在床上，而且还是主人家唯一的床。难怪他初始忠诚度高的离谱。不仅他睡，今晚你也睡这儿。家里地方小，我也得睡上面。不过放心，大被同眠，各自相安便是。还要和主人睡在一起，仙奴侍寝是常态，可平等的睡在床上，简直是天方夜谭。又长了，在我这儿虽然要干活，但平常时候大家都是平等的人。主人，您真是最仁慈的主人，听来一切都听凭主人安排。这也长。主人，现在是睡觉吗？早点睡，明天开始还要变新构阵，有的忙。师姐，真的是你，清河，你竟然也是主人的仙奴，太好了，师姐！昨天我还求着主人收留你，没想到主人动作这么快。主人，您醒了，谢谢你，主人。没想到你真的把我师姐救回来了。师姐妹相认，倒让两个忠诚度都涨了不少。既然是同门师妹，以后干活也方便。听了，你去屋后挖一个土坑，面积半个厨房大，深度到我腰部即可。这是搭建仙灵之泉的底子。好的，主人，听末这就去。主人，那我去帮师姐。你老实待床上，运转功法凝练灵石。好的，主人。林少，等会儿。夏少，这两天怎么总看不见你人影？你身上这是什么味儿？嘿，什么味儿？男人味儿。不瞒你说，哥们儿这两天在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这股气息我太熟悉了，这是云清河凝练灵石时才会有的纯净灵气，新鲜断口，这不是普通草药。灵草现世，往往意味着附近有灵脉或者地下遗迹。你刚才说下面还有很多这样的灵草，你下来，一起洗。在如今这样的世道，我不觉得夏风会好心到无缘无故与自己分享灵草。毕竟，无论对谁来说，大量灵草都称得上价值连城的宝藏。可夏风不仅把灵草的位置告诉了我，还主动送了我一株。偏偏这家伙自己也只是一个住在贫民窟里的穷人。算了，林少，我也不瞒你了，我从老张祖坟下面挖出了一条地道，里面确实有很多灵草。不过，我好像还听见了魔物的吼声。林少，要不咱们想个办法，悄悄把那些灵草运出来，只要成功，我们可就发财了。你觉得我们瞒过魔物，把灵草带出来的可能有多大？这个，如果被魔物发现，我们活着回来的可能又有多大？没有可能。妈的，老子可不能这么死了！幸好我之前带了2株灵草出来，明天拿去市集问问价，也不算白跑一趟。走了，林少，给你的那株就当我送你的礼物。
不得不说，这位邻居虽然满嘴荤话，又贪财怕死，但确实将我当成了朋友，否则也不会把如此昂贵的灵草送给我。以后真把灵草运出来，多少也该分他一点。现在的我当然不敢贸然进入一条可能藏着魔物的地道，可如果身边多了一个元婴后期和一个化神中期的仙子，情况便完全不同了。坑挖的怎么样了？已经挖好了，主人。你们都跟我过来。符合仙灵之泉的构阵条件，是否进行构阵？那些石砖过来。是主人。师妹，主人这是在构阵。主人是一位很厉害的构阵师，前些天的魔潮就是主人用附灵阵和闭魔阵化解的。构阵师，可如今灵气枯竭，附灵阵也只能聚拢周围残余的灵气。主人的附灵阵不一样，它能够依靠我的木灵根凝聚灵气，床下那些灵石便是这样产生的，凭空产生灵气。如今正值灵气枯竭的魔力纪年，即便是城主府与血病尸妖这样的权贵，也无法稳定获得灵气。可林恒却能住在贫民窟中，用阵法凝聚灵石。更让我震惊的是，这座阵法竟被压缩在如此狭小的房间内。构在附灵阵时，只用了一张床的位置。构阵师分为初级、高级与大师，即便是我们原本所在的运灵宗，也只能请动一位中级构阵师，能够将构阵范围缩小到如此程度。林恒的构阵造诣，恐怕早已超过普通构阵师。仙灵之泉，我曾跟随宗主前往上古宗门，有幸远远见过一次。那是只有宗门核心弟子才能享用的修炼之地，不仅可以滋养经脉，还能迅速治愈伤势。运灵宗倾尽资源，也没能请来一位有能力构建仙灵之泉的构阵师。而现在，这样的仙泉却出现在了贫民窟的一间小屋里。听了，你先出去休息。好的，主人。主人，那我……你下来，一起洗。可孤男寡女共处一池，这番话实在让我无法不多想。你肩上的伤拖得太久，你下来，一起洗。可孤男寡女共处一池，这番话实在让我无法不多想。你肩上的伤拖得太久，仙灵之泉能帮你恢复。明明是他自己撞过来的，怎么还扣我的忠诚度？这忠诚度的变化未免也太过真实。对不起，主人。这泉水竟有如此效果？这是仙灵之泉。仙灵之泉，我虽然没有亲眼见过，却听说过仙灵之泉的神奇功效，无论用于修炼还是疗伤，都称得上难得的至宝。原来林恒让我下来，真的是为了替我疗伤。忠诚度+2，按照这个速度，用不了多久，云清河的忠诚度应该就能恢复到0。主人，这泉水里是不是有什么坚硬的东西？刚修好的泉池，可能还有石块没有清理干净。去把你师姐叫来，再带2枚灵石。好的，主人。仅仅让云清河浸泡一次，一整块灵石便已经消耗殆尽。仙灵之泉效果惊人，消耗果然也不小。下来吧。是，主人。主人，清河曾说，您是一位愿意给予仙奴尊严的奴主。原本听兰心中还有几分疑虑，如今却已经深信不疑。虽然我大半天都在挖坑，可林恒从未像其他奴主那样呵斥我。渴了便可以喝水，饿了也能吃饭，就连累了都可以稍作休息。这种待遇，在城主府与血病尸妖那里，我从未见过。奇怪的就像林恒从未将我当成奴隶，而是将我当成一个正常的人。更何况，林恒还让我享用了从前在仙界都未曾拥有过的仙灵之泉。清河年纪尚小，有些事情难免不懂。主人若是不嫌弃，便让听兰替您沐浴吧。差距啊！这就是忠诚度为负数与忠诚度180的区别。主人，这样的力道可还合适？不错，主人喜欢便好。只要云清河与穆听瑶完成浸泡，我便可以借助仙奴手册，暂时操控2人的力量，让他们发挥出魔潮降临之前的实力。一个元婴后期，一个化神中期，有他们在身旁，那条藏着灵草的地道便不再是毫无胜算的险地。等你们恢复之后，也该去下面探索探索了。主人，听来明白您的意思。我知道他想歪了。我是说夏风发现的地道，里面有大量灵草，也可能藏着魔物。等你和清河恢复些力量，我们便下去看看。原来主人说的是这个下面。否则呢？听兰自然也是这个意思。不过主人若还有别的吩咐，听兰也会好好听话。先把地道的事情解决了再说。那便依主人所言。等云清河与穆听河恢复战力，我们便前往老张祖坟下的地道。
那里究竟埋着藏着价连城的灵草，还是蛰伏着某种可怕的魔物？很快便会有答案。我操！主人，是不是听灵刚才力度太大了？你这是干什么？虽说高中程度的仙奴会很主动，但这会不会也太主动了一点？不是主人，您说要去下面探索。我说的是隔壁邻居家的祖坟下面。哦，我刚才的反应只是不想等会儿在下地道的时候会腿软的站都站不稳。先泡着感受一下，这泉水能让你们枯竭的灵根恢复一些。是吗？这仙灵之泉的灵气似乎真有一股灌注于我灵根的力量，很微弱，但灵根却被滋润得很舒服。好了，起来吧。清河，进来。主人，师姐，显然师姐身上还残留着的水渍，说明他们刚才也一起在仙灵之泉共浴了。不过为什么师姐好像很是从容？来，你们尝试着朝着那边使用仙术。仙术？主人，我和师姐的灵根都已经枯竭了，如何使用仙术？可以的，师妹。主人的仙灵之泉和我们以往听说的仙灵之泉不太一样，方才我仔细感受了片刻，我的灵根的确有重新复苏的迹象。真的？先试试。好，我先来。厉害啊！我也来试试。厉害呀，林少！看你瘦的都有些弱不禁风，没想到晚上的战斗力这么强。哎，对了，这个点老子也该战斗了。贱人，过来！感觉怎么样？的确恢复了些许，但仙术的威力无法和之前相提并论，甚至差得很多。目前只能恢复到这种地步。而且，好像这股灵气催动的仙术，我没办法真正做到随心所欲的掌控。是有这种感觉。因为是我在驾驭。是主人。对了，这仙灵之泉本来就是我的构镇，那么现在所恢复的些许能力，自然也是因为他们的奴主。感谢主人。原来我们的奴主不仅能赐予我们平等和自由，甚至还能恢复仙力。行了，现在也该过去看看了。魔界无虫，好恶心！这间屋子里充满了尸臭和血腥，不过听兰的表情却很平静。这样的场面，她见过很多。应该就是这里了。坑洞很窄，只能最多容纳2个人，而像夏风那样的体型，恐怕他一个人都会有些勉强。主人，我走前边开路，清河你待在主人身边。好。主人，清河会保护你。走吧。主人，请等等。怎么？主人，我建议返回。这里边的深处，恐怕有强大的魔物存在。你感觉到了？之前夏风就说过，他在这里听过魔物的嚎叫。虽说我和清河恢复了不少实力，但这样的魔物，恐怕我们现在……那我们回去。下面或许有宝藏，但不值得拿命去换。灵气再多，也只是多换些灵石。现在的我恰好不缺灵石。是不是该把床再扩些？啊？什么情况？坏了，竟忘了看日子。哟，林少，昨晚折腾那么狠，还起得来？别吵醒。那边怎么回事？过年了？差不多。今天是林仙城建成50周年庆典，全城的人和妖几乎都去凑热闹了。狗日的！就因为这破庆典，我拿灵草换了整袋灵石，市集里却连个像样的仙奴都没了。关仙奴什么事？搞活动啊！庆典有仙奴表演，拿到名次还能领仙奴，高品质的。
早被城主府和血并师要抓光了。听说还有个上古宗门的尖货，专门从国都送来。林少，我刚路过时听说，这庆典要办整整7天。知道为什么？刚经历魔潮，经济和民心都出了问题。不办庆典，再抛些重赏，那群贵族官吏怕真闹出暴动。看，那狗日的城主出来了！现在让大家看看我们林仙城的仙奴队列，走！这些仙奴痛得不对劲，却一个都没出声。爬着载人，早就成了常态。真正奇怪的是他们现在的反应。这些仙奴的表情，是不是不太对？当然不对。这些小杂种还没到缔结奴隶印的年纪，下面这些仙奴是没经原主允许被强抓来的。这些骑在背上的并不是他们的主人，未经原主允许，奴隶印不许他们服侍别人。他们每爬一步，印记在惩罚，可这痛苦换来的只有喝彩。狗日的，这表情真爽！看见左边那个仙奴没？那是我邻居的，天天晚上和我那邻居搞出动静，妈的，今天非整死他！总之，咱们该干嘛干嘛。这些活动是给城里人看的，奖赏也早内定了。我们贫民窟的人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抖音，师妹，主人回来了。你去把仙灵之泉那边打扫一下。是。对不起，主人，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庆幸自己没有落入他们手中。只要你们做好我交代的事情，我会保护你们。真的吗，主人？前提是好好完成我给你们的工作。我知道了，清河的工作就是为主人下更多的灵石。他也太有觉悟了。不过我需要的仙奴，就是这种有觉悟的仙子。有事？没事，主人，只是想学一学主人的厨艺，总不能每天都让主人准备饭菜。那行，回头我给你写一份菜谱，晚上你来试试。好的，主人。切菜这样的工作，其实我原本就会。那你来。云清河明明还是一脸满足，忠诚度却没再往上升，反而是穆听河不声不响地加了一点忠诚度。他很明显属于那种奴主给什么他就顺从地接受什么，有好吃的他也会高兴，没有好吃的也不会抱怨。云清河则有点典型的吃货属性，大概是期待的事情，一旦变成习惯，内心得到满足的阈值也会提高，这是人之常情。我操！这个不用仙术打架就是刺激啊！大马都开始扯头发了。主人，那是灵仙城庆典，每年都会举办的主要活动。活动？之前夏风也提过，建成庆典里的确会举办许多活动。师妹，看他们的欢呼就知道了。不管哪边的仙奴倒地，他们都会欢呼。有人只是想看书，也有人只想看仙奴痛苦。供人宣泄亢奋，供人取乐，就是仙奴存在的意义。老板，你家旁边这个小坡不太好扩修啊，要不您来看看？主人，我去好了。以前在宗门，我对一些建工常识还是有所了解的。哦呦，这是谁？我不会看错了吧？听兰仙子，运灵宗一别，咱们可是好久不见了。谁他妈的口音跟太监似的？师姐，我去看看。
滚！哟，都成仙奴了，还有脾气？你奴主可是来喽！在如今的世上，仙奴的地位甚至还不如苦工。毕竟请苦工干活，那可是需要花钱的。对不起，主人。这个人，我有点印象。苦工刚送来时，商人说他是工头，脑子灵，办事稳，可以放心交给他。可现在看来，这个工头也不怎么让人放心。你们认识？以前在仙界，他是运灵宗长老之子。从前他向我示爱过，我拒绝了他，他便一直耿耿于怀。哦，仙古时代的恩怨还带到了魔力。因为我知道最先示爱的并非我。那是谁？清河。这仙界往事是真牛，不是内容有多离奇，是他追过的2个人竟全成了我的仙奴。当然，清河也拒绝了，他向来不近情爱。妈的，你逼逼叨个啥？老板，你家的仙奴对我们很不友好，已经耽误进度了。建议您好好调教他，他根本摆不清位置。我们可是您花零食请来的。你说的不错，我的确花了零食请你们来干活，可你现在并没有干活，要我去你老板那里亲自说一声。妈的，穆听兰，你给我等着！谢谢你，主人。仙奴穆听兰，中正度+5，目前为187。认真工作吧。对了，今天找时间让他们把床也扩一下。好的，主人。这里地势复杂，我需要一些纸张。你去屋里取就行。好。师姐，刚才外边是楚子河。他以前楚子河就疯狂追求过我们姐妹，如今我们成了仙奴，正好让他趁人之危。现在没关系了，主人已经教训过他了。主人教训了楚子河吗？主人见我被他欺负，所以我先去工作了。仙奴云清河，忠诚度+10。现在为3，金狼仙子可自动为奴主的晶石补充灵气，每日可补充10点，血战仙续效果额外增加5点，忠诚度累计提升，已经满50点。萌芽瑶仙头衔升级为玄玉仙姬，仙奴头衔玄玉仙姬。曾经不懂情欲的仙子，历经情感之后，不仅学会享受，甚至会主动索取。头衔天赋每日可发动1次。奴主可为仙奴，短暂设定6欲之一。正了，云清河的忠诚度终于转正，能让他走到今天，确实有些成就感。把这仙奴绑去，给雪碧少爷当仙奴。赤虎大师，我绑你大爷！多谢。好了，继续吧。总算不用整日像只下蛋的母鸡似的卧在床上了，忙起来也好。省得总想起方才吻他手背的事，心慌的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我的觉悟终究是比不上听兰。没事，主人护着我们，这点活算不得什么。只要主人想要，我什么都愿意给他。这是仙奴对奴主该尽的本分。明日再来。这帮人真是不会享受，有仙子当女盆放着不用。放着屁股，偏要搞这些折磨人的名堂，靠折磨人找快感的，永远只能在底层挣扎。真正的统治者，该懂的是享受。李少，别站在这儿了，快回去躲一躲。我躲什么？你招惹了雪鬓大人，你都不知道？你还没反应过来？不对，躲家里估计也不顶用。要不你去老张祖坟里避避风头？等等，你说的是雪鬓尸妖？对啊，我什么时候招惹他了？人给你了，别声张。看你这反应，难道不是你？可我明明听见那人跟小赤虎说要找贫民窟的人啊！当时我就在旁边，要抓我的话早动手了。林少，话我带到了，你好自为之吧。小子，等会儿雪鬓少爷就到。要是真像你说的，有能让少爷满意的仙子，你就算立了大功，
说不定还能赏你几块灵石。真要有赏赐，那也是我跟着赤虎大人您才发现的好货，灵石自然少不了您的一份。哟，你这工头倒是挺机灵，从前在仙界混得不错吧？还行还行。哎呦呦，哟，你小子没躲起来啊？看来是还没收到消息。你脸不疼了？小子，我可是跟赤虎大人一起来的，我们是受雪碧大人之托，过来给你带个话。他说什么？说什么？哎，这不是听瑶仙子吗？主人，出来干什么？我怕他叨扰到主人。哎呦，听兰仙子，你怎么还一口一个主人叫？我也不怕告诉你，他马上就不是你的主人了。哦，雪鬓大人让我过来，就是把你抓回去，给雪鬓少爷当仙奴。听兰仙子，雪鬓大人的公子可是看上你了，等你成了雪鬓少爷的仙奴，可别忘了好好谢谢我。雪碧是妖，他官会折辱仙奴，逼仙子供他成血，甚至把仙子的身体当成玩具。是吗？哈哈，你还不信？赤虎大人，这家伙不见棺材不掉泪，咱们现在就把这仙奴绑去雪鬓少爷那儿。我绑你大爷！蠢货，你他妈是想害死老子？不是啊，赤虎大人，这仙奴绝对是极品，他以前在仙界，那也是你妈！抖音。怎么会这样？赤虎大人，我们来之前不是还说……我说你大爷！赤虎大人，原来这件事还是你的主意。不，当然都是这个该死的苦工想巴结雪碧大人。赤虎大人，仙奴丢一个，雪碧大人未必在意，可要是被发现府里的人手脚不干净……赤虎大人，这家伙影响了我们这里的安定。不过您毕竟是管理者，也别把人踹死了。嘿，这我有分寸。别打了！听兰，回去了。是，主人。味道不错，以后做饭的事情可以交给你。是，主人。林少，是我，林少。庆典那边正在抽奖，据说中奖的人可以享用那些官吏带来的极品仙奴，你要不要一起去？不用了。真不去？听说这次我还有事。哎，那我自己去了。听兰，准备一下，跟我去沐浴房。是，主人。把头抬起来。好的，主人。已使用银玉仙姬头衔天赋，选取对象仙奴穆听兰，请选择6域。他的恐惧来自雪变尸妖冯迪，若满足他情感与心意上的追求，或许能消除这些负面情绪。已为仙奴穆听瑶设定6域异域，目标将获得心意与情感层面的满足和追求。血牛，那里没有师妹，没有自由，也没有人会把我当做一个平等的人。主人，主人。你今天累了，去休息吧，顺便叫清河过来。好的，主人。主人，这仙灵之泉对灵石的消耗是不是太大了？消耗确实不小，但目前还承受得起。你每天生成的灵石比这里消耗的更多。可生成灵石本来就是我的职责。有什么想法，直接说。主人，或许我可以帮你挣到更多灵石。怎么挣？灵仙城的庆典上有让仙奴互相争斗的活动，若能赢下其他仙奴，就可以替主人赚取灵石。我和师姐每天都能浸泡仙灵之泉，虽然无法恢复从前的全部实力，但其他仙奴已经失去仙力，我们应该能够取胜。请主人允许我参加。他一直抗拒仙奴的身份，现在却主动想为我争取灵石，
这是头衔天赋正在改变他。不必，那种活动不过是让人把仙奴当作玩物取乐。主人，你真的很善良。多一个赚灵石的办法，我当然不介意。可万一因此降低忠诚度，反而得不偿失。走吧，该休息。怎么了？主人，我先把周围的水渍打扫干净。就算受了银域仙姬的影响，他也不至于突然变得和听牢一样有眼力劲。主人，6域设定异域。所谓6域，分别是见域、听域、香域、味域、触域和意域。见域对应双耳，听域对应鼻息、香域，味域对应舌感，触域对应身体，意域对应心灵。我原以为意域能够驱散他在雪变尸妖府中的阴影，让他重新看见未来。这个目的的确实现了，但我没有想到，他所追求的未来中，也包括了我。抱歉，主人，我去清洗一下衣服。仙奴木听兰中正度增加40，当前中正度227，累计提高仙奴木听兰中正度50，解锁新仙奴头衔怨红仙娘。怨和仙娘，她被誉为仙界的耕耘之母，经其浇灌可滋生万物，为奴主解锁特殊构阵仙农灵田，可种植灵草的等级将随仙奴忠诚度提升，当前解锁等级终极灵草。在这个灵气枯竭的时代，能够自由种植灵草意味着什么？起死回生，或许都只是其中最微不足道的作用。若依靠仙农构阵培养灵草，甚至能让所有仙奴恢复曾经的实力。根和仙娘虽然仍是辅助头衔，却带来了无限可能。明天该计划耕田的事情了。今晚最正确的决定，大概就是提前把床扩修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反应，竟然让他的忠诚度一次提高40点。若进一步激发他的天性，不对，清河这边的天性还没有完全显现。主人，清河已经睡了吗？应该睡了。主人，方才是听灵失离了，我只是想到主人对我的好，意欲幻象里才会想与主人更亲近。亲近的念头。如果那个人是主人，听灵并不抗拒，而且这不是奴灵印带来的影响。我知道了，他并不是抗拒幻想，而是沉醉其中。倘若愿望真正实现，忠诚度或许还会大幅提高。主人之前说过，仙奴也能得到平等，那句话是真的吗？是真的。至少在这里，我不会把你们当做供人取乐的东西。如果是平等的话，主人为什么从未向听瑶提起过更亲近的事情？为什么没有提起？那当然要问仙奴手册的忠诚度。我有自己的节奏，节奏恰到好处，自然会提及。比如现在，时机就比以前合适。可惜听兰现在已经不是仙子，体力大不如来，恐怕无法一直配合主人。那就先好好休息。正好明天还需要你的体力。明天也在主人的节奏之中吗？不，明天的安排是耕地。今天怎么感觉不一样？主人竟然在师姐怀里，明明是我先来的。这几个意思。如果说他有什么心怀不轨的目的，奴灵印是必然会生效的。既然没有生效，他怎么就突然殷勤起来了？难道昨天那一幕帮助了云玉仙医的本性成长？这么说来的话，那就有可能了。这个构阵和之前的构阵不太一样，比如缚灵阵、闭魔阵之类的阵法，自然是越小越好，不占空间。但仙农灵田的大小
可是决定了以后种植灵草的数量。诶，林少，你又这么早？昨晚中奖了？中了。你现在这样子，确定是中奖？林少，你说，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对了，昨天的奖品是享用官吏们的仙奴，那他这思考的模样，倒也的确像是中奖后的反应。这位成天无所事事的邻居，如果知道如何耕种，也不至于去邻居老张那边刨祖坟了。主人，我操，林少，你什么时候搞到这样的仙奴了？主人，这是饭后的清水。清河，你先回去，别忘记自己的工作。哦。夏少，我这里还有点事情，就先不留你了。行吧。难怪你那天晚上战斗力这么猛啊！主人，那今天耕地的工作在哪边进行？院子里的这些泥土都不太合适。等会儿我先去市集逛逛。不合适？主人是要种什么？说不定我知道哪里有灵草。灵草？少爷，您看，就是他。拖下去吧，绑上巨石，丢进护城河。死人是不会说话的。怎么回事？我府中真有一个仙子逃跑，还成为了别人的仙奴。雪斌大人，这事情我不知道啊。蠢货！近日我外出经商，如果不是你在府中的日子丢的，难道还是我回来以后才丢的不成？不敢，大人不敢，那肯定是我丢的，是我弄丢的，我可能是晃神了，没看见。算了，府上那么多还没缔结奴灵印的仙子，逃走了一个你没看见，也算正常。而且我听说最近你还替我做成了一笔单子。是的，大人，单子的事情是小的应该做的，没想到林恒买石砖的事情，竟在这时候救了我一命。区一个仙子，跑了就跑了。儿啊，舅舅不是还送了你2个仙子吗？等你的奴灵印缔结成熟，父亲再给你补一个。不要！我不要！我就要那个紫衣仙子！我要他给我学狗叫，当狗！那仙奴究竟哪里特殊，你就非要他不可？就是啊，少爷，咱府上这么多仙奴，也不缺这一个。你给我住嘴！就是你弄丢的，我没杀你就已经不错了。行了行了，你少说2句。绝壁尸妖是林仙城有名商人，更与城主有亲眷关系，赤虎能替他赚钱。父亲，我叫现在又正是他安抚民心的时候。那颗痣跟我小时候养死的那条狗很像。要不父亲去找一个眼角同样有痣的仙子？不要！我说了，就要他。可他已经和别人缔结了奴灵印。那我也要。这样，赤虎，带些人把那仙奴抢回来。昨天城主大人在庆典开始时还警告过我们，魔潮之后容易引起民心动荡，最近要安抚人心，不宜动粗。蠢货！你若大白天去抢，当然会引起动荡。可万一他叫喊，死人是不会说话的。但是切记，事情要做干净。除了我儿子高兴的笑声声外，我不希望再听见别的声音。雪冰大人，小的明白。儿子，父亲已经交代好了，晚上就把你喜欢的仙奴带回来，白天就不要闹了，好不好？可是我还是不高兴，让他的仙奴过来。他落到小尸兽手上会是什么下场，我当然清楚。可买他，花了我大半年油水钱。还愣着干什么？把那仙奴叫！我这就让他过来。见过雪冰大人，又是他。雪冰窝外出这些天，赤虎没少带我来服侍小尸妖。他扯我的头发，掐我的肉，是真的会掐下来。趴下！哼，你好像还不情愿。大人，拖下去吧，给他绑上巨石，然后丢进护长河里。抖音。哟，刚胖完，看来享受的不错了。很抱歉，老朋友，
今晚我带着任务来。听林，你先来吧。主人，我先来可以吗？清河今天似乎总在和听林较劲，先后顺序也影响忠诚度，我真蠢。谁规定不能一起泡？灵石消耗没变，时间却能省一半。以后会有更多仙奴，上百个，真要挨个泡，我就别做事了。唉，别争了，一起泡。一起？是，主人，是。舒服了。找了一天，还是没找到灵天用土。其实那土并不稀罕，普通泥土也能种灵草，可市池里根本没人卖。庆典一开，商贩全去凑热闹，我也顺路看了两眼。先是仙奴斗蛐蛐，另一边是爬行赛，主人也必须下场，只比快，他们还嫌不够。开始！快！他们忍着奴印，还得往前爬。再退，快点！再退一次！我也要咬一个！只有这样，他们才觉得痛快。到终点的也没有半点喜悦。或许这就是这个世界。谁也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活，只能贪图眼前。仙奴成了耗材，无人怜悯。我和他们不同，我看长期价值。手册能帮我避开魔潮，他们也能创造价值，所以我护他们。换成老板，早把那蠢货踹出去了。他们都值得长期培养，所以他们才会觉得我不同。等等，听兰涨了40点，清仙也涨得更快。关键不在做了什么，而在平等和自由。明天起，我给你们定个规矩。听老，你平时都做些什么？仙界，除了修行，就是看看书。那行，明天起你只管打扫和做饭，做完后时间归你。比如看书，书的话列个清单，我去市集买。啊！中庭率加10。237，果然。清河，你闲时做什么？我吗？就是修行，没有别的。怎么还有个卷王？主人，是这样的，师妹平日最喜欢练剑。我喜欢练剑。那就好办，每天在床上待够6个时辰，其余时间归你，练剑修行都行。剑，我明日给你买。能练剑？看来他还没明白，在我这里，仙奴也有自由，也有自己的生活。感谢主人。今晚我是带着任务来的，动手！血并尸妖虽让我万不得已才动手，可他握着我太多把柄，不如先下手为强，一次解决。只要林恒死了，就再没有后顾之忧。仙法本就最治妖魔，魔潮之前，这个世界的主人是修仙之人，妖人不过是仆从。这是仙术。对了，赤虎大人，你刚才说带着什么任务来？仙子饶命！不对，少爷饶命！少爷饶命！赤虎能从最底层爬到管理者，靠的就是审时度势。可眼下已经不是反应快不快的问题，这些人可都是血并尸妖府的精锐，从生到死也只是一念。林恒少爷，咱们可是老交情了，你快帮我向2位仙子求求情，我也是有苦衷的，绝不会平白做这种事。看这阵仗，赤虎自己可调不动这么多人，血并尸妖让你来的。是他，都是那血并尸妖的小杂种，他非说。他说什么了？这个笑容比动怒还危险。他说要把这位仙子带回，让他成为他的仙奴，还说让他做他的小情人。我操！仙子饶命！饶命！我看谁还敢这样对我师姐！我虽处处与师姐较劲，却从未失去敬重。我只是要强，不愿在主人面前比师姐做的差。别杀他，留着有用。指令虽由我下达的，他仍怕清河一时打偏。
烈恒少爷饶命！求求你别杀我，我只是奉命办事，实在是不得已。刚才那一幕已说明，两位仙子都听林恒的。放了你也不是不行。啊！多谢少爷，少爷大恩大德，我永世。差不多得了。不过你带这么多人闯进来，这地板我修，我明天就带人来修。那这些人？我马上处理，全扔进护城河。如果还有下次的话，没有，绝不会有下次。见鬼，两个会仙术的仙子，哪还敢有下次？我走后绝不回雪碧尸妖府，我连离仙城都不回了。一边是雪碧尸妖，一边是两位仙子，想活命只能连夜逃走。不，老朋友，你可不能走。天黑路远，你现在出去，很可能会在路上遭遇不测，是吧，清河？是。清河显然还没完全反应过来。什么天黑路远，分明是想在路上做掉我，这根本就是赤裸裸的威胁。那林恒少爷需要我做些什么？就这么放他走了吗，主人？他分明就是表面奉承，依我看，就该杀了他。师妹，放他走的原因很简单，真正想要动手的人不是他，杀了他也没用。他死了，你猜猜，之后还会不会有人来？以雪碧尸妖袒护他儿子的性格，肯定会继续派人。那如果赤虎回去后，将今晚的事情如实告诉他们，他们只是借仙灵之权，短暂恢复了些力量。下一次，他们未必还能碰巧拥有这样的力量。现在的构阵能力和仙奴手册还不足正面对上雪碧尸妖，不过今晚的仙术至少能镇住他一段时间。真正头疼的还是埋土的问题。对了，我让赤虎把剑留下了，正好也省得再去市集上买了。谢谢主人。好了，差不多也该休息了。主人，能否劳烦你一件事情？今晚能不能朝向这边睡？怎么？我了解师妹，她今天学着我服侍主人，应该是想得到主人的青睐。是吗？那你让主人见笑了。昨天只是听来实在克制不住。我其实想问的是，他会不会因此掉忠诚度？不过他会主动提起，想必应该不会。无论师姐对他的了解，还是那淫欲仙姬的天性，都说得通。今日主人为何没有再面朝师姐那边了？难道是因为今日学得不错，让主人觉得满意了吗？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是师姐的话，会怎么做？他这是几个意思？主人，你怎么醒了？你不必如此，我并无此意。主人，其实之前在宗门里，我和师姐在私底下有过比较。清河的实力不会比师姐差太多。他最好说的是实力。大人，那些人里有2位仙子，他们都会施展仙术。什么？你是说会施展仙术的仙子？这伤是我故意弄的，不这样我没法交代。可我没想到，绝不能露出破绽。千真万确啊，雪斌大人，咱们腹中的那些精锐全都完了。我也是侥幸逃回，差点断了一只手。怎么可能？现在这个世上怎么会有人能用仙术？大舅子，曹河大人，您有何见解？现如今的世上，的确有可能再次出现仙术。怎么可能？如今连灵气都消失了，怎么可能成仙？施展仙术不一定要成仙，也不必拥有修仙者的实力。国都已经找到办法，不过那贫民窟的小子不可能掌握这种技术，多半是歪门邪道。那需不需要我再派人过去，把他抓来问问？如果他身边真有2位会仙术的仙子，你觉得你的人抓得到他？不仅抓不到，甚至还会给我们带来麻烦。是我糊涂了，我儿子的仙奴事小，
可如果真的出现仙子，我送给小侄的仙奴不能白丢。这几天先准备准备，城门上的钟声也该响起来了。敲钟？可上次魔潮才过去没几天，这次庆典国都来了一位总治司长老。总治司辅佐国君管理政朝，天书国有5位长老主事。魔潮刚过，他奉命来查看民情。不要紧，他这些天只顾着研究石砖，真以为上边的人会帮忙？不过走个形式，只要让他看到林仙城能够御警魔潮，他自然会放心。到时候也该走了。我明白了，记住，敲钟的事情千万不能泄露。所谓御警，不过是骗城民的把戏。真正的月潮，我们从未御警成功。敲钟后的魔潮是人为招来的。这2天盯紧他，有异样再报。是。听完，来搭把手。埋土耕地，这怎么汇报？清晨那个仙奴会舞剑，傍晚还会再练一次，接连2天府里没有再来找麻烦。师姐，赤虎现在看见我们就绕路。主人，恐怕不只是忌惮。他们在监视我们。要做准备吗？师姐，仙灵之泉呢？真有麻烦就去泡泉，带上主人一起。浸泡需要时间。今天地都翻完了。都翻完了，普通作物可以种了。可主人要种的是灵草，种子又从哪里来？请问少爷在家？等等，这个声音就像耳熟。请问少爷在家吗？少爷，你认识他？主人，我就是从他手里买来的。极品，还会仙术？你怎么来了？少爷，前些日子不是刚来过一次魔潮吗？我带了10几块灵石，用里面的灵气护身。我想进魔潮里看看，能不能捡点漏。几乎一不小心脚下踩空了，直接掉进了一个洞里。不好意思，我对您在魔潮里的冒险并不感兴趣。但后面的事儿，少爷一定会感兴趣。我在地洞里看见了一个红发仙子，背景虽然不清楚，但绝对是极品。您还有异发皮？不，这不是最主要的。当时有几只蠕虫钻进了他那边的洞里，你猜怎么着？少爷，您听我说，那仙子竟然使用了仙术。仙术？这个世界除了我，还有人能让仙子恢复实力？少爷莫慌，对您这样的少爷来说，仙子送上门自然就是仙奴。可对我们这种一手供货商，这样的事情并不算稀奇。这种事情很常见。当然，当初那场魔潮毁掉了整个仙界，世界里的灵气也因此枯竭了。但总有一些手段可以把灵气保存下来，就和灵石里的灵气一样。所以你的意思是，出身仙界上古宗门的仙子，多少都会留下些宗门秘法护身。洞里的仙子多半就是靠秘法撑过了魔潮。想把他抓起来并不难，只要等到下一次魔潮，我再想办法把魔物引进洞里，等他把秘法彻底耗尽，到时候我就能把他带出来。看不出来，你还挺有手段。做生意嘛，脑子得灵光。说吧，你来告诉我这个消息，目的是什么？当然是想问少爷能为他开多少价。你想要多少？40灵石。贵了吧？当初买下云清河也不过10枚灵石。少爷，主要是这件事的成本真不低呀。我们这种小妖想在魔潮中保命，就要耗掉不少灵石，还要冒险把魔物引过去，这风险也不小。这样吧，20灵石，你先把人带来。不管是什么仙奴，这20灵石你都能拿到。如果是我需要的，我给你50。这当真？我现在不缺灵石，只怕它不符合仙奴手册的要求。身上带着秘法的仙子肯定都有大背景，这方面我有经验，少爷放心。我回去准备准备，明天就去那边看看情况。等等，少爷还有什么需要？这2天市集没多少人营业，你熟悉市集，帮我找消些东西。少爷要买什么？
一些种子。农作物那好说，我认识几个专门卖种子的老熟人。我操，这些全是灵草种子，可这世上已经没有灵气了，就算找到也根本种不活啊！没关系，给我找来就行，灵石不是问题。我从小就喜欢拿这些种子嗑瓜子。曹河大人，快走，城墙要塌了！废物！上来咬他！少爷，我已经尽量收集了，这玩意儿不好卖，大家也没多少，并且杂乱的连种类都没有分。多少钱？不用不用，咱们都是做长久生意的，以后少爷多照顾照顾我的鲜生意就行了。我不喜欢欠人人情。这够了够了，今天就准备去为少爷您那50枚灵石干票大的。祝你成功。回见了，少爷。穆听兰，就种院子里吗？不要超出那些石砖就行。主人，这又是构阵。简单来说，就是复活这些蛹种子。干活吧。你和我分手在街后，偏变了芳华。哪怕是现在，云清河也得在床上下1天，才下得出来这么些灵石。魔超，快跑！林少，快回家！妈的，今晚又有魔潮了！主人，今天又有魔潮了，但我觉得有些诡异。怎么？一般来说，魔潮都是1月1次，哪怕出现意外，也只会在每个月中多出现1次，但间隔时间都不长。可是这一次，距离上次魔潮根本就没有几天。先回家。主人，魔潮要来了，先去仙灵之泉。好。曹河大人，魔物又被召来了，城里的经济恐怕……我都给了你连城市的生意，你自不必担心。反正也只是一些低级魔物而已，正好能试试贫民窟那小子到底藏着什么东西。那倒也是，像虫群那样的魔物，只要有足够的灵石就能挺过去。什么声音？等等，这是魔轮战马！魔纹战马？怎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高阶魔物？曹河大人，这片黑雾里好像不只是我们招来的魔潮，这根本是魔力凝源的天然魔潮。曹河大人，快走，城墙要塌了！妈的，林县城那帮出手果然做得太过分了。他们或许只是做棋，可他妈这里是人界呀，成百上千匹一起涌来，一座人界城池根本挡不住。但是主人，这些灵石也坚持不了多久。主人，最后10块灵石了，都扔进去，先活命。他们似乎已经失去神智，只凭身体本能不断奔跑撞击。贫民窟这边还算乐观，以你们现在恢复的实力，能干掉多少？仙灵之泉恢复的实力并不多，我还能稍微应付。但师妹的话，我会拼尽全力。光拼没用。这是聚元草。闭魔阵失效的时候，立刻吃了它。可是，这会不会太珍贵了？在这个灵气枯竭的时代，它的价值更是难以估量。不是，这个时候加忠诚度度有什么用？再珍贵也得先把命留下。快吃，阵法要消失了。聚元草，穆听兰本就是化神中期，副食时他如果有限，元婴境的云清河正合适。师妹，上了。
看样子应该是没问题了。可惜他们都是偏辅助性的灵根，不然这20来匹马应该能解决得更快。看来以后得尽快弄个火灵根、金灵根，更偏战斗属性的仙子。师妹干得不错。还没完啊！师妹上！师姐！巨大的实力差距让他们几乎瞬间失去了战斗力。只要我不是当场死透，等他们醒来，就还有机会用复生草救我。奴灵翼没有消失，他们都还活着。得到仙灵之泉的力量后，他们不会像凡人一样脆弱。可最关键的是，我也不能直接嗝屁才行。哎，不是，击败2个仙子都没下马，轮到杀我这个普通人，怎么反倒繁琐起来了？参见无缘仙尊。成百上千匹魔纹战马，几乎把整座城踏成了荒漠，反倒是林恒所在的贫民窟看起来更像城市中心。那2个貌似护在他面前的仙奴，现在还有得救。抖音。傅灵阵一旦停下，就没有灵石维持仙灵之权。穆庭兰有泉水疗伤，可云清河撑不了太久。换成普通人，这种伤早就没命了。这是我原本留给自己的最后底牌，先把他救醒，别的事情以后再说。他能醒，傅灵阵就能继续生产灵石，灵草以后还能再种。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难怪夏风那家伙说，现在的灵草能卖到天价，这效果比街上的医馆和药铺可靠多了。难怪他能当保命底牌。不过那个家伙，救命啊！这都是什么东西？这位热心邻居，不会就这么嗝屁了吧？等事情处理完，至少给他立块碑。醒了。主人。那种伤，我应该已经死了。别急，复生草的药效还没有完全发挥。复生草，在这个时代，一株复生草足以让无数修士拼命争夺，可他把它用在了我身上。不是，怎么突然就哭了？最关键的是，不会把老子的忠诚度给扣了吧？仙奴忠诚度提升已满50点，已为仙奴解锁新头衔曼罗神女。千支曼罗剑，专武解锁构阵镇灵塔阵，暂时储存仙奴通过仙灵之泉恢复的仙力，能自动向敌人释放仙术。这他妈魔潮过去就解锁防御塔是几个意思？但作业也证明，我这里的防御确实太弱，地魔阵只能隐藏气息，不能真正杀敌。主人，谢谢你。已经没事了，魔潮已经退了。你师姐也在仙灵之泉里疗伤，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好好养伤。刚被带回来时，我只把他当成有奴役我的人，可他给了我平等，也给了我自由。现在不只是因为自由，而是因为我真的愿意。复生草的碎末还有些，我给你的伤口涂上。这里还有一道划伤啊！主人，那里疼？不是，主人能不能不要看那里？不看，不看怎么上药？等等，我刚才明明答应过要遵守主人的吩咐。不会因为这点事反倒扣重使用地吧？行，那我就只能摸索着给你上药了。谢谢主人，主人真的很贴心，连这种情况下都愿意照顾我的要求。没毛病。
没毛病。主人会不会因此看不起我？这有什么？比起这个，你知不知道千枝曼罗剑是什么？千枝曼罗剑，听起来像仙界神兵，可我从未听过。那行，我先去看看你师姐。仙灵之泉的疗愈效果还是比附生草差不少。现在感觉怎么样？没事，就是些皮外伤，应该很快就能为主人干活。放心，以后你不必再做这些。可是灵石消耗巨大，主人的修行会受影响。我自有分寸，不会让你为难。更何况，比起灵石的消耗，你们的命更重要。仙奴的命竟然比灵石更重要，他不只是说，他真的在救我们。仙奴穆听兰忠诚度+5，目前为246。果然，忠诚度越高越难提升。对了，主人，师妹也没事，清河服了巨源草，也不会是魔文将军的对手。你们都没事。那我们是怎么获救的？一定跟主人有关。有些事该问，有些事不能问。能从魔文将军手中全身而退，恐怕远不止表面这样。对了，你知不知道千枝曼罗剑？主人还知道千枝曼罗剑？他知道，云清河的专武有眉目了。以前我随宗主去过一处上古宗门，听仙子提起过，那是他们的镇宗之宝。仙界上古宗门，这让我上哪儿找？好好养伤。连仙界的宝物，主人都这么清楚吗？这不就跟防御塔差不多吗？以后他们就是我抵御魔潮的依靠。以后的日子可是不好过了。魔文战马毁掉的不只是房子，还有农田和水井。昨晚的沙尘已经把田地变成荒漠了，再过不久，这里恐怕会多出一整城难民。听兰昨天说过，昨晚的魔潮有些不对劲，确实比上次魔界蠕虫阵势大多了。难道还有魔物留在这里？坏了，听兰和青羽都还伤着，镇灵塔阵也还没充当。这不是我那位热心邻居吗？他竟然还活着！我操！憋死老子了！太好了，林少，你他妈居然也活着！轻点儿！原来他躲进了老张家祖坟的地道里。昨天一看见魔文战马，他就知道家里待不住。妈的，可惜了，老子的仙奴被2匹魔文战马活活踩死了。节哀。老子花了这么大价钱，就没享受过几次啊！几乎每晚我都能听见隔壁的战斗声。我操！怎么城里比咱们这边还要刺激？咱俩的家这么幸运！碧魔阵加了灵石，范围刚好把夏风家也罩住了。妈的，早知道就不让老子仙奴跟我去地道了。对了，林少，你家那俩仙奴受了点伤，正在养。可我昨天在地道里还听见上面有仙术的声音，不会是他们为了保护你激发了潜力吧？恢复了仙子的实力吧？差不多吧。对，一定是这样。林少，你平时对他们不错，所以才激发了灵根。这想象力，去城里酒楼说说都能赚灵石。下次老子买仙奴也像你这样试试。等等，林少，城里都成那样了，是不是就意味着未来会很缺粮食？这也是我头疼的问题。实在不行，就等他们恢复后去灵仙山打猎。那太好了，林少，咱们合作怎么样？赚不大的？赚？你等等。这是种子、蔬菜、大米，应有尽有。你还存着这些东西？别提了，老子被坑了整整1枚灵石。我一直坐吃山空，但我也知道祖上灵石总有花完一天。药商说粮食涨价，还说种子价格也会跟着涨，结果没几天，种子价格就跌到了谷底。后来才知道，是外地富商来进货，才炒起粮价。本来我都快忘了这些种子，没想到昨晚魔潮这么猛。你有土，我有种子，咱们干票大的，直接翻他个4、5倍卖出去。尤其富商官吏，他们肯定还有灵石。发魔潮的财，会不会有些不太地道？你道德水平这么高？我的意思是，
我这块土能用灵石加快生长，4、5倍不够，至少得卖50倍。难道是老子道德水平太高了？对了，林少，我在地道里躲着时，听到有人说话，好像就在另一边，离老张家祖坟不远。有人？对，而且不止一个，有个声音我听得很清楚，只是你不会说出去吧？我跟谁说去？也是，那帮妖人没死，之后也会被饿死。那个人就是林仙城主曹和。城主？这还不是最刺激的，他说的那句话才是真的刺激。怎么个刺激法？我没听全，也不知道在对谁说，但是我听到他说，这次魔潮超出了我的预料。他说魔潮超出了他的预料。超出预料？难道有人能预测魔潮？魔潮之后5天，靠下风的种子和林恒的土地，他们算是解决了温饱。云清河和穆天瑶的伤势也一天天好转，可林仙城那边就没这么乐观了。剩下的人富足起来的小院，也被血鬓尸妖和城主曹和注意到了。林少，老子今天赚大发了！今天卖了多少灵石？今天的粮食没换灵石，不过换来了一个仙奴，必须是高级货。你买仙奴了？哎，是在那边。那就是你说的高级货。对啊，妖商说啊，他以前可是仙界大宗门的仙子，连城主那边都是托关系才搞到的。光听背景倒还真看不出来，不过让他坐小推车又是几个意思？跟你学的，林少。啊，我看你对你家的仙奴挺好，我就效仿了一下。本来想找大花轿，可林仙城哪儿还有，就拿这个替代了。多谢少爷，多谢少爷。主人，需要我做些什么吗？不用你做什么，那边是我家，你去等着，我等会儿做饭。林少，是这样吗？你还真是学到精髓了。说不定以后魔潮来了，我的仙奴也会用仙术呢。口渴吗？我家有热水。晚饭想吃什么？连这里都有舔狗了吗？主人，饭已经做好了。你们伤势恢复的基本痊愈了，附生草很有效。吃完饭一起泡仙灵之泉，今晚有重要任务。好。老实说，书上的字不仅白，还有些大。你干嘛去？舞剑，我跟师姐一样，在泉水里舞。我能猜到他的想法，还真去拿剑了。是向迎请主人不要见惯。看出来了，他的仙奴意识其实还没那么拎得清。云清河一嫉妒，说不定还会掉。看来得多造几张床了。铁剑碰水会生锈，真想练，等会儿我给你换个法子。讲个生锈也能长忠诚度。少爷，行行好吧，我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林仙山上有野果，饿了就自己上山找。可是上山要走多久？没仙奴替你们做事，你们连摘果子都做不到了。难道你们的手也像仙奴一样被铐上铁镣了？这2人哪里是仙奴？他们过得像仙子，而我们竟然连仙奴都不如。既然要不到饭，那就可惜了，来这么多兵，不会只是帮我赶乞丐。你就是贫命窟的林恒。血鬓尸妖符咒和在城主府的亲眼所见，是我永远无法忘怀的心魔。只要有我的主人在，就必定不会让我过上那样的日子。怎么突然提高了整整10点忠诚度？没错，是我。这人就是赤虎说的那个掌握了仙术的家伙，看着人畜无害，怎么看也不像有能耐。刚才出面的也是他的2个仙奴，可他确实在魔巢里活了下来。魔纹战马连城墙都挡不住，他这小屋却没掉一块墙皮。我听赤虎说，以前你在我这里买过石砖，先礼后兵，套上近乎再说正事。有这事。你也看到了，我能带这些士卒过来，真正想找你的人也不是我，是林仙城的城主。嗯，他跟血鬓尸妖的关系，整座林仙城都知道。他找我什么事？没想到曹和这么快就让人找上门。魔潮过后，这里已经成了林仙城最富足的粮仓，若用粮食笼络民心，瞬间就能建立新势力。对城主而言，这当然是隐患。简单来说，城主希望你成为林仙城的仓吏主事，让我去当官。仓吏主事就是城仓总管。魔潮之后，林仙城必须重建，可城里已经陷入饥荒，城主跟粮食充沛的林恒合作是最快的办法。原来他们不是把我当隐患，是冲着我的粮食。不好意思，
没兴趣。仓吏主事是真正掌握实权和财富的官位，只要合作，待遇方面差不多得了。突然让我当官，不就是想让我把粮食分出来？林仙城现在还有什么待遇比吃不完的粮食更珍贵？你也说了，你一个人吃不完那些粮食。眼瞎了？我这里可是3个人。我不是眼瞎，只是本能不会把仙奴视为平等的人，所以你是不打算和城主府合作，而是要与城主府为敌了。没兴趣，没兴趣。有吃有喝，还有2位美人陪我虚度，我这辈子还有什么不存的？走了，回去睡觉。动手！如果无法拉拢，那就直接抢！这是什么？这就是那家伙抵御魔头的仙术吗？威力不错。那样的威力，好像和我全盛时期施展的仙术相差无几。所以主人的这个构阵是利用我们恢复的实力，把他们变成了防御工事。至少再来一群魔轮战马也构不成威胁。不过，主人刻意表现出刚才的模样，是在故意掩盖什么吗？你应该知道，主人拒绝官位，又用大量灵石催生农作，屋里也囤了很多粮食，而现在灵仙城最缺的就是……哪怕是一人之下的官位，我为什么要在那一人之下？主人根本不是想做官，而是要做一方领主。魔潮之后，我的确一直在谋划这件事，只靠我和几个仙奴还是太困难。捕灵石这种事，普通人就能做，让穆听瑶这样的优质仙奴天天耕地，太浪费。以后还会解锁多需要人力的构阵。林仙城被魔潮摧毁，也给了我成为一方之主的机会。那之前那些讨饭的妖人，为什么不直接收下，用粮食交换，让他们成为主人的子民，不就可以了吗？师妹，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你现在忠诚于主人，还是因为你背后的奴灵印吗？那当然不是，不管有没有奴灵印，我都只有一个主人，也只会服侍主人你一个。先泡仙灵之泉吧，等会儿听瑶你跟我一起去趟城里。我也要和主人一起。去买些东西回来。刚才忠诚度提升，手册解锁了不少东西。仙奴忠诚度提升已满50点，解锁新头衔9名神女，已解锁新的构阵。贪欢解惑台说明展开中。先准备一下。是，主人。少爷真会享受，如此漂亮的仙奴，就该在这软而舒适的床上。我也想跟去。可当我听主人说最近的灵石消耗得很快后，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只能连晚上的练剑环节也暂时取消了。只想努力的为主人多下坨灵石出来。原本以为再也不想回到这荒谬之地，没想到主人竟愿意带我出门。我好像也没说过不让你们出门。是啊，主人你和别的奴主不一样，那些奴主都是将仙奴关起来狠狠的折磨，怎么可能像奴主你，竟然连我和清河的处子之身都毫不动心。不过，即便主人许取，如果不是随主人前来的话，我甚至一辈子也不想来到这座荒谬的城市。但是也罢，现在这座城市已经变成了残破的乱石堆。我也算是明白为什么穆听兰会突然增加了10点忠诚度。贫民窟的生活，对于他这个从城主府血遍尸妖府邸出来的仙子而言，宛如世外桃源。行行好，行行好吧，少爷，给点吃的吧。求您了，给点吃的吧。就像穆听兰所说的那样，我是有想做领主的想法，但绝对不会是以满足他们乞讨的方式。如果一个人在地上捡到了钱，也就只会认为他今天运气不错。可如果这笔钱是老板发给员工，并表示这是员工给公司带来利益后应得的奖金，那么就能让员工体会到被认可的感觉。这就是我成为领主第一步的核心思路。不过此次的目的并不是这里，而是隔壁的一个大型帐篷。少爷，您来买什么？我记得以前你这里好像是卖家具的。对，各种家具都还有，桌子、椅子、柜子、床。客人您要什么？床。之前我在家里的时候就确定过了，那9名神女的贪欢解惑台和附灵阵一样，需要一张床作为构造基础。有的，客人您跟我来，我跟你介绍。难道主人只是想换大一些的床吗？可家里的床明明才扩修过，难道说……躺下试试。我吗？少爷真会享受，如此漂亮的仙奴，就该在这软而舒适的床上。是不是主人需要我了？既然新的构阵叫做9名神女线的贪欢解惑台，而穆天的新头衔又恰好就是9名神女，感觉怎么样？不错的主人。那就它了。这可能需要2枚灵石。少爷你也知道，最近咱们城里才遭到过一场惨烈的魔潮，这价格的确是要比之前贵。物资匮乏，任何商品的价格都会随之上涨，倒也是人之常情。我需要你现在就派人给我运回去，顺便也帮我挪一挪家里的家具。这好说，我亲自带着人给你拉过去。就这里了。原来您就是贫民窟的少爷，
可能贫民窟跟少爷这两个词汇组合在一起有些别扭，但现在临仙城里又有谁不知道如今的贫民窟才是真正的富人区？看看这门前的小院吧，蔬菜、小麦、瓜果，在城里贫瘠匮乏的食物，这里应有尽有。也难怪连横对他2块灵石的报价连价格都不还一下。这些粮食随便摘点拿去卖给官吏，不就轻轻松松能够赚到灵石吗？干活吧。主人和师姐回来了吗？先下来吧，让他们先将原本的床也挪到隔壁的房间。我这屋子其实在之前就已经扩建出来了3个房间，但是因为当时还没有解锁更多的构阵，所以就一直空着没有使用。而我这小破屋的主房，再多容下1张床的话，未免也太过拥挤。毫无人性，简直毫无人性啊！明明是最缺食物的时候，少爷竟然囤积了这么多的食，尤其是还有那么多的大米。想想自己今天吃的是什么。作为一个蜀妖，我今天吃的竟然是大街上好不容易买卖到的烂菜叶。那个少爷，我们能不能打个商量？怎么？妖商肯定是看出我想要进的伤势，本就是故意为之。您买床的灵石我就不收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换些粮食。价格都谈好了，反悔不太好吧？可是现在我更需要的是粮食啊！不过你如果真想要这些粮食的话，我可以给你，但跟我买床的事情无关。少爷，您是要我做什么？明天多带些人来，你们不仅有粮食，还不用住帐篷。真的？新床和旧床并在一起摆放，难道主人并不是想瞒着师妹？或者是自己想错了，还没到主人的节奏。走了，蠢货！打扰到少爷休息，小心老子扣你们工钱。粮食、房子，无论哪个条件，都足以让我把林恒交代的每个字都背下来。把储存的石砖拿过来。这个新解锁的构阵和之前的所有构阵不太一样。一般来说，像仙灵之泉、闭魔阵这样的构阵，都是需要灵力作为引导，而灵石也会作为激活构阵的关键能源。而九名神女的贪欢解惑台，仿佛它自身就是激活构阵的能源，就连阵法的结构，也比之前解锁的所有构阵都复杂数倍。好在仙奴手册解锁构阵的瞬间，就能将对应的构阵知识融入我的大脑。主人好像又在布置新的构阵了。而且主人的这些构阵也越来越看不懂了。你们在背后站着干什么？主人是需要我们做些什么吗？该睡觉睡觉，不过听说你睡这里，从今天起这就是你的床。好的，主人。在他身边，我甚至能拥有自己的专属床位。按照师妹的性子，她竟然没有丝毫的嫉妒。当然没有了，师姐有了专属的床位，那么这张旧床不就成为了自己和主人的专属？怎么好像一点反应也没有？解锁进度，解锁次数，仙奴手册这开始当了解锁啊！以往解锁构阵的时候，除了构阵的知识外，也会显示具体作用和激活方式。可这一次，仙奴手册对九名神女的瘫痪解惑台只有一段简单介绍，以及不知道是解锁什么的功能作用。现在也只能通过穆庭兰这位水灵根仙子的特性进行猜测。通过她90名神女头衔解锁的构阵，大概也是和仙灵之泉一样，有着特别的辅助作用。明天再研究研究好了。这老旧硬挺的旧床，自是比不上新床的柔软舒适。这里是曹和大人，没想到这仙子竟然逃了出去，好在终于抓回来。您说该如何处置？他本该是我送给贤侄的礼物，理应待在贤侄身边。嘿嘿，父亲、舅舅，我现在学会奴灵印了，我要给他缔结。我看过太多次小尸妖如此这般折磨仙奴的场面了，若不是我被城主安排为小尸妖未来的正式仙奴，恐怕我以前也难逃其害。贤侄，他已经成为了别人的仙奴，已经连做你仙奴的资格都没有了。等你玩弄之后，就丢给那些下人好了。正好魔潮过后，也能以此安抚人心。这就是自己的下场吗？别人的仙奴只配这样的下场。等等，别人的仙奴，自己是有主人的。我的主人可是一名强大的构阵师，哪怕是魔朝中的魔文将军也伤不到他分毫。他怎么可能会让这帮妖人再把自己给抓回去？不对，你们只是存留在老海中的心魔，这里并非现实。这是一本记录仙古时期之前世人们成仙的史书，在主人这里，我能够放松地做任何想做的事情，而我正好就是成仙的水灵根仙子。我从前能够将自身的灵气滋润得更加纯净，可现在处于灵气枯竭的时代，那株即便已经枯竭的水灵根也快要溢出水了。原来是主人，即便是在梦里，主人的表情也仍然如同平日里那般淡漠不惊。那么既然是梦的话，那丰峦的水灵根终于是找到了滋润的目标，而且梦里的话
我可以肆无忌惮。我那失去灵气的水灵根，宛如新生的草苗，抖擞起娇嫩的枝干，每一次豆豆都会将叶片上的露珠掉落一些，滋润着均净的荒土，无休无止。主人，刚才并非是梦，梦里的一切确实都和我的主人发生了，只是在睡梦中的我以为这是一场梦。去仙灵之泉泡一泡吧。好的，主人。我刚才只以为是梦境照进了现实，所有的一切都是切实发生的。原来水灵根仙子还有这样的本性，但她刚才好像并没有意识到之前的事情都是真实发生的，只以为是做了个梦，倒没有别的原因，总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要点燃一缕烟，哪怕是点亮油灯时升起的烟。所以灵气的尽头到底是什么？啊，妈的，老子思考这个干什么？增加了5%的进度，所以刚才穆听兰的反应是九阶神女的解惑台开始瘫痪了，但是这个信息我在之前就看到了。奇怪，进度的增加好像跟刚才的体力活关系不大。昨天晚上主人还是太厉害了。我记得仙奴手册的这段信息刚出来时，现实里的穆听鸾刚从床头将书拿过来，那个时候他还指书上描述水灵根仙子的特性给我看，并表露出内心的渴望。但和之前不一样的是，我这一次并没有转移话题，或者说像那些龟妖一样头都没露就钻进龟壳里忍耐。其中原因有2个，以我拥有着仙奴手册的穿越者身份，自是不会被小头控制大头。在这个世界里，任何事情都要能为我带来足够的利益才行。于是在得知穆听兰那水灵根仙子的天性后，以及解锁进度的增加后，我才决定放手一搏。至于第2个原因，那就更简单了。蛤蟆天天在小院里耕地，本来就累得要死，哪能晚上还继续耕地？最关键的是，以前那旧床根本就跟石板一样，哪怕种下去的草苗很是诱人，但在疆土上耕地也着实提不起兴致。而今晚就不一样了，新买的床很软，穆听兰又正好是在我半夜已经睡了一觉的时候夹道相迎。说起来，穆听兰这样的水灵根仙子倒也确实滋味很足，不过我并没有过多的去回味，反正穆听兰作为我的仙奴，只要我想，那便能年深日久。而现在我关注的其实还是9名神女的瘫痪解惑台，到底是依照什么条件来增加解锁进度的？进度的确是涨了，但却不是他埋头苦干的时候涨的。主人，听老以为方才是做梦，所以才没有遵循主人的节奏。我知道，你是说你在梦里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估计是今日见到了血病尸妖，想起了以往的所见，然后对比主人的恩赐，所以才会对主人。作为一个有觉悟的仙奴，我深知不能擅作决定，更别说强迫奴主。行了，起来吧。我要是没那兴致，你的奴灵印早生效了。对啊，如果主人不愿意的话，奴灵印也会给他带来痛苦才对。所以，主人很享受自己吗？过来吧，顺便跟我说说你的那个梦。梦吗？好的，主人。确信他刚才是在做梦，但是让我奇怪的是，穆听兰明明是在做梦，但在我身边的时候，却又跟平时没什么区别，哪怕是拿书、看书，都跟白天的时候一模一样。难道这也是星构阵的功能？主人，是想从中知道什么吗？没什么，睡觉好了。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解锁进度为什么会增长。主人，师妹没醒吧？她有附灵阵的灵气加持，她应该睡得很香。身为奴主，我倒不像穆听瑶一样害怕被那边的云清河会发现，大不了也就是掉一些重程度罢了。而正常的仙奴也本就应该有着像穆听兰这样一切为奴主服侍的觉悟。不过我倒不觉得云清河没有这样的觉悟是一件坏事。明天还有正事要做，一个顶俩的话，恐怕就吃不消了。看来主人也疲了，那听兰就如此服侍主人好了。在疲惫状态下，水灵根的柔润能够更好的辅助入眠。那破床早该换了。主人，喝水。主人，外边已经有好多妖人等着了。都已经中午了吗？我还没有做饭。昨天晚上主人还是太厉害了，要是自己还是仙子就好了，否则也不会服侍一次主人就感觉这么累。当心，昨晚师姐你一定很疼吧？
昨晚的事情，他竟然知道，可忠诚度为什么没有掉？为什么师妹没有嫉妒？本来我想帮师姐拿出来的，但是师姐一直压着她，是不是被硌得生疼？那倒也是。原来师妹是发现自己把书压在身子下便睡了一宿，所以才会认为自己会觉得疼。没想到书一直放在床上啊！等等，书就是书，没错。昨晚解锁进度提升的时候，睡梦中的穆听兰就是在看书，看书是穆听兰的喜好，所以让他在这解惑台上看书，就能增加解锁进度。我清楚地记得，原本的解锁进度只有5%。主人，那我去做饭了。你先等等。主人有什么吩咐吗？选择6欲，触欲。身上的疲惫竟然消失了。因为我为他设定的触欲，便是能让他对身体的感知产生极度的舒适度。不过我心里也清楚，我为穆听兰设定的6欲，并不会有实质性的疗伤效果，但却能让他忘却身上的酸痛感。做完饭后，就可以回来看书休息休息。不过，看书的时候必须要在这张床上。必须在床上看书吗？难道是因为主人昨天在床边构造的复杂构阵，这跟师妹和傅临阵很像，所以自己在这床上看书也会有类似的作用？主人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用多问。看来该来的人都已经来了。主人，他们一大早就来了，不过没有吵也没有闹，也不知是来做什么的。而且主人的防御攻势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生效。因为他们不是来捣乱。主人，需要我一起吗？不用，你该做什么做什么。哦，我该下零食了。少爷出来了，少爷出来了！没有人这么说过，想要粮食，想要房子，就来找贫民窟的这位少爷。看来人都到齐了。没错，少爷，他们都是我在市集上认识的老熟人，都有着不错的信誉。我觉得林恒少爷让我叫人，应该是有什么生意要和我们做。不错，你很聪明。半天之内，我需要你们不管从任何地方，尽可能多的给我带来还没有缔结奴灵印的仙子，并且数量越多越好。原来如此，自从那次魔潮之后，临仙城里那些还未缔结奴灵印的仙子就已经四散而逃了。现在想要通过正经手段去购买仙子，根本就无法满足林恒这样的大量需求。至于报酬，这满满一屋子的竟然全是粮食，这些粮食全都是你们的。我知道哪里有仙子，少爷你等我，我现在就去给你带过来。还愣在这里干什么？赶快去帮少爷批发仙奴啊！毕竟找仙奴这种事情，对他们这些经商的妖人来说并不困难。在人脉上，在对临仙城所有城民的了解上，没有人比他们更熟悉。今天下午，他们就会将临仙城给翻个底朝天。至于那些仙子，我并不在乎他们中有多少人符合仙奴手册的要求，因为现在我需要的只有数量，而并非质量。我操，林少，刚刚那些妖商在你门口干什么？让他们帮忙做点事，送些仙奴到我这里来。你有这么多零食，我操！你去打劫了，而且竟然还不叫上我！自己种的，可我也没分到。懂了，林少，你是收获一些后，又利用新的种子再种了一些。厉害了，林少。要是我可没闲工夫打理这么多粮食，活该你他妈享受这么多仙奴。其实我也不是傻子，通过跟林恒合作种菜，我也看出来林恒家小院的土壤和那些妖农的土壤不一样。仅仅1天的时间就能让种子变成粮食，对于我们现在身处的临仙城，简直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不过对于这个神奇的发现，我并没有说出来，甚至刚才看到林恒那满满一屋子的粮食时，我也一点不眼红。原因很简单，拥有这般神奇能力的邻居，能是我这个落魄家族的少爷能招惹得起的。而经过昨天的事情后，我更是深信自己的判断没有错。因为在昨天傍晚，我可是在家亲眼看见雪碧需要带来的一个氏族，直接被林恒小院里的石塔给干没气了。从林恒这边分到的粮食，已经足够我这辈子衣食无忧，享受生活了。自己有一个这么厉害的邻居，为什么要眼红？指不准哪天自己出了什么事儿，还能拜托这位邻居帮忙。对了，林少，说起仙奴，有件事把我搞得很难受。怎么？我不是在模仿你，给仙奴一定的自由和地位吗？那么问题来了，昨晚我想战斗，可他却还是浑身发抖的，有些怕我。如果换做林少你会怎么做？我没你这烦恼，毕竟昨天晚上我才从水灵根的温柔乡里走出来，那可是79%进度的水灵根，比起大多数仙奴要主动多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自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没有下风的瘾那么大。那可就难办了。这样，所以你还真憋住了？也不算憋住吧。那你最后怎么做的？
我让他像青楼的那些女子一样给我跳舞，然后我自己解决了。我这位邻居绝对是修仙世界里第一个看擦边舞的。果然和我想的一样，穆听兰在解惑台上看书就能增加进度，这就叫知识改变命运啊。至于额度到底能干什么，看这进度，恐怕今晚才能知道答案。少爷，我统计过了，一共34个仙子，全都没递过奴灵印。这些仙奴的灵根确实很低，甚至还有个2%净度的金灵根，这样的净度和凡人也没什么区别。但我本就不看重灵根，也不指望他们解锁仙奴手册。这些粮食比仙奴还值钱。1个仙奴2袋粮食，怎么样？我操，那我岂不是有8袋？果然笨鸟先飞呀！少爷，那我们现在别急，我叫你们带人来，不是做一次性生意。愿意的话，我们可以长期合作。还能长期？没错，正常情况下，魔潮1月1次，你们捡陨落仙子也差不多是1月1次吧？怎么捡到的，我不会问。带来仙奴就按这个标准换，1个仙奴2袋粮食，达成长期合作，每月我保底给你们1袋。我操，这简直就是白给的粮食啊！我愿意，我也愿意，必须算我一个。但只有我自己清楚，我只是像个公司老板，在面试时给员工承诺保底工资罢了。对了，我还承诺过房子。这位少爷是想培养死路吗？可这待遇太香了。房子还需要时间，不信任的话，我信，我们都愿意。把城里的帐篷搬出来，按这些位置放。这些点连起来，小院就是中心，像城主府。现在你们还可以拒绝。不拒绝！妈的，反了就反了，老子总不能被饿死。俺老朱要是真饿死，拒绝就不只能饿死在乱石堆里。来吧，直接开始。我们早就没有选择了。我不要成为仙奴！师妹，是不是很像你呢？我哪有这么反抗主人？那天见到你时，你可是都告诉我了。我去给主人帮忙。这位仙子，救救我，求你了！我不想被人当做仙奴。你搞错了，主人要你们做他的仙奴，本就是在救你们。林恒那边带回了几10名仙奴，那就送他一位真正的仙子。这也太不让人意外了。这34个被妖商们带来的仙奴，就没有一个灵根净度超过20%的。能买到云清河这种水平的仙子，到底是走了多大的苦？这些人几乎都是在仙界中毫无背景的散仙。所谓的灵根净度，会不会跟仙子的背景有关系？而他们的净度不仅达到了仙奴手册50%的最低要求，甚至还超过了不少。官吏跟富商会专挑有背景的高级货，好像也不完全是品相的原因。主人，我发现我的劝说好像没多大用，他们都不太信我。在主人这里，和你们以为的不一样。人之常情，所以你师姐就很聪明，并没有做这样的无用功。师姐，对了，主人，那师姐现在人呢？回去了。那主人，我也回去了，都为主人下仙灵石。他的这2个仙奴怎么还卷起来了？所有仙奴的奴灵印都已经缔结完成，那解惑台的解锁进度应该也快满了。少爷，怎么？刚才我让大家聚在一起，凑了些布料。这些仙奴暂时还没有住处，少爷可以先让他们住进大帐篷里。那就让你去安排好了。谢少爷，一定安排的妥妥当当。今天先去休息，明天我会给你们安排工作。都搭把手，快些！解锁进度100%，刚好赶上了。 9名神女的贪欢解惑台获得解锁次数1，奴主消耗解锁次数以解锁头显。9名神女作用可为奴主的部分构阵进行分支选择，可升级构阵副灵阵。副灵阵还能拥有别的能力？携战仙书效果生效，解锁次数增加，是否继续使用？等等，还有惊喜！解惑台的作用
应该是针对仙奴们的头衔和能力。是。可供奴主自由选择解锁的选项：一、就是这个头衔曼罗神女；二、千支曼罗剑的下落。毕竟，这可能是他即将获得的第一把专武。要不要主动提议，今晚再陪主人单独去一次仙灵之泉了？如果被自己师妹在旁边如此看着的话，那着实是有些羞耻了。难道主人今晚不想要体验他那水灵根的滋养？啊，主人，刚才富灵镇的灵气突然把我灌得好满。老实说，我黑这个脸，并不是没有我的道理。看看仙奴手册就知道了。千支曼罗剑，仙界诞生之初，曼罗神女手持千支曼罗剑，以剑道本源，将万物催生，以剑之名，便可随心掌控世间的浩瀚灵海。位置，它就位于临仙城城主府地势深处的。啊？哎，不是，怎么就一半？地势深处的什么位置都是继续啊！那可是老子的第一把专武。看到这明显只有部分的内容，想骂街的心都有了。怎么好好的仙奴手册跟那些断章狗一样？邪战仙魅的作用只能提高构阵的50%，解锁到一半却戛然而止，简直太合理了。但至少知道是在城主府内了。帮我拿些石砖过来。好的，主人。虽然心中仍有疑惑，但我还是点点头照做。富灵阵升级：一、灵石产出有几率翻倍；二、灵营需要将营域仙机忠诚度提升到100。云清河的忠诚度这些天也不过57点，不过他一开始可是-100，暂时只能选第一个。更多灵石对现在的我更实在。要知道，我可是找来了30多个仙女，接下来需要足够的灵石催生农作。我是让他们来干活，不是让他们饿死在这里。主人，石砖拿来了。主人，刚才富灵镇的灵气突然把我灌得好满。啊！等等，我操，还真是双黄蛋！我知道，那是不愿成为仙奴的仙子受到了奴灵印的作用，已经差不多了。接下来只用等明天早上正式开工。真正让我操心的还是千支曼云剑，它到底藏在城主府地势的哪里？主人，有事吗？我记得你之前在城主府上待过一段时间。甚至比在雪碧尸妖那边待得更久。城主府的地势，你知不知道？地势，从未见过，也没有听人提及过。看来那间地势还是个外人不知道的秘密。那你能不能通过记忆将大致的地形图给画出来？地形图吗？对不起，主人。城主府那些场景，好像让我对仙奴的身份有了排斥。从未被扣过忠诚度的穆庭瑶，竟然第一次掉了忠诚度，而且还在不停往下掉。更让我意外的是，他的痛苦竟然来自奴灵印。可奴灵印生效，并不是因为他违背了自己的意愿，是那些回忆让他意识到仙奴身份的卑贱，这才导致他背后的奴灵印被触发。主人，对不起，是我自己犯了错。明明主人是我见过对仙奴最仁慈的主人，他给过我的自由，曾经连玉灵宗宗主都没有给过，而我竟然还心生抵触，简直太不应该了。主人，那地灵图对你很重要的话，我会试着去隐忍奴灵印的痛苦。等等，6域选择异域。好了，你试吧。主人竟然真的忍心看我被奴灵印折磨？不对，主人绝非那些低俗之人。一定是这例行图很重要，所以主人才不得不这么做。对，一定是这样。对此，我深信不疑。冲主府的奴灵印毫无动静，没有发光，也没有灼热感。地势就藏在这张图还没画出的地方。连续2天被水灵姿滋养的感觉，仿佛让我连早起都感觉精神了许多。今天，我就要彻底开始展开谋划已久的灵主计划。明媚的天气也算是计划开始的第一天带来的好运。明显的，
我从中感受到了许多害怕和忌惮的目光。毕竟他们从来没有缔结过奴灵印，也没有像穆听兰那般，在亲眼目睹作为仙奴的悲惨下场后，所产生了身为仙奴的深刻觉悟。不过同样是第一次，他们的眼神又跟当初的云清河不一样。那时的云清河也的确不想成为林恒的仙奴，但他当时的目光中，更多的还是带着天骄的骄傲与不甘的反抗。贫民窟的奴主终于是在休息了一晚后，准备在他们这里大干一场了吗？主人，我会了的不多，能让我在旁边先学习吗？不是，你们都得学习。感谢主人，我们必定完成你所交代的工作，一定！主人大恩，主人大恩，无以为报。什么情况？难道林仙城的重建搞到贫民窟来了？怎么回事？怎么林恒少爷那边会有这么大的动静？因为那边就是林恒的住处，我烦躁的起床气也缓和了不少。毕竟我们现在是跟着林恒吃饭的。我们还正准备问你呢，鼠哥，你快来看看吧，就在那边林恒少爷的小院附近。林恒少爷的小院又怎么了？啊！他们是昨晚我们带来的仙奴。那么多的菜肴，林恒少爷也给我们准备了一份。别想了，鼠哥，你醒来之前我就问过了，林恒少爷身边的那位白衣仙子说，那是给仙奴们准备的员工餐。员工餐？那是什么玩意儿？就是为那些正在干活的仙奴所准备的午饭。给仙奴准备这么丰盛的午饭，这简直闻所未闻。鼠哥，那你知道周边那些正在搭建房子的仙奴是怎么回事吗？难道不是为林恒少爷搭建新的粮仓？哼，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就问过了，林恒少爷身边的那位紫衣仙子说，那是给那些仙奴分配的职工房。职工房？这又是一个全新的词汇。简单来说，就是林恒少爷为那些仙奴，他们那些仙奴自己修建的住所。仙奴还有专门的住所？我甚至怀疑自己今天是不是起太猛了？怎么感觉一夜之间，我无比熟悉的世界观正在被彻底的推翻重建？这样的景象，别说是现在的魔力纪元，哪怕是仙子地位崇高的仙古时代，也从未有过。鼠哥，我们看你和林恒少爷走得那么近，还以为你知道缘由呢。我知道个屁！下班了，下班了！主人好。仙奴脸上如此由衷的笑容，我不是没见过，但那也只是在被富商和官吏们调教了数年的仙子脸上见过。可林恒呢？那可是30多个仙奴啊！他貌似才用了仅仅不到半天的时间。不行，必须得找林恒少爷问问清楚，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抖音，你养仙奴，还管饭，还给房，还给庇护，但是对我来说并不多。这些活儿我们也可以做啊。或许给你们足够的利益，你们的确能办到，但我需要的是能为我长期工作的人。不过没关系，我们之间也有长期的生意来往。好吧，林恒少爷，死心塌地干活，这方面确实是我们不如仙奴。可是您给他们的待遇会不会太好？你觉得他们今天完成的速度怎么样？很好，苦功修士来也未必有这样的进度。就是你想的那样。不管是他们仙奴，还是你们妖商，只要用心为我工作，我不介意分大家一些好处。其实跟你们合作，我主要想找有背景的仙奴。好，我明白了，我这就回去转告他们，让他们也卖力为少爷寻找高级货。主人，他们都已经在帐篷里午休了。明明是主人给的午休时间，他们却在交流盖房经验。但是这种管理方式，林仙城城主也无法效仿。为什么这个世界的管理者做不到？因为他们连自己能不能活下来都无法确定，于是只能囤粮锁人，
可只要安全被保证，人就能长期做事。这种方式更适合现在的我。平等和自由才是他们最渴望的东西。短短一上午，产量就超过之前几天。他们做的只是简单流水线，利益却翻了数倍。所以这就是落后的奴隶制度，终究会被淘汰，被社会管理制度的取代，这就是根本原因。社会管理制度，我们是不是在哪里听说过？你们是说，你们也听说过这个词？这个管理模式，还有这个名称，都是他从穿越前世界带来的。我和师弟听说过，是宗主提到的。你们宗主还懂这个？还是说运灵宗就是这样管理的？不，运灵宗从来没有，宗主也只是听说。他当时提起的是另一个人。谁？是仙界的五元仙尊。五元仙尊？那场魔潮里那个跪下的魔文将军也提过这个名字，所以你们知道五元仙尊是谁？我们运灵宗连上古宗门都称不上，怎么可能接触到那样的人物？既然那家伙知道社会这种制度，这个名号我记下了。他们真是要反了！领主大人！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从那天连横一口气还来30多个仙奴开始，贫民窟那边的情报居然让我越来越感到不安。高阶火仙奴，这简直就是没有将我这个临仙城的城主放在眼里。按照临仙城的安城法规定，任何一块土地的利用都是需要经过城主府的同意和批准才行，但这还不是最让我恼火的。都有这么多仙奴了，还主人个屁呀！不如叫领主算了。领主大人，是不是该想一个国号了？我甚至都有些后悔，没有早点将临仙城周边的贫民窟给开发了，否则也不可能出现林恒这么一个怪物，将仙奴当作领地的子民培养。这家伙是疯了吗？不过好在这些天来，我跟地势里的那位仙子在交涉上取得了不错的成果。林恒那石塔再厉害，也终归是不能动的死物，只要能够将他吸引出来，然后带他去见到那位真正的仙子，贫民窟中的一切终归还是会属于城主府。明天随我去贫民窟走一趟。林少，林少，昨天家不都叫你领主大人了吗？听着不是挺威风的，怎么又变成林少了？威风没有用，叫林少亲切一些。那亲切又有什么用？让群众觉得我和别的奴主不一样。群众？你可不是群众，你是他们的奴主，你是领导者。但领导者也是从群众中来，自然也要回到群众中去。林少午后好。哎，林少，你别说，我发现你的这些仙奴吃好了穿好了，什么也不愁之后，还真跟城里的那些仙奴不一样。哦，你也发现了？恐怕在现如今的临仙城里，已经找不出任何一户人家有我这样的富裕。而这样的工作量，能够在短短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完成，除了我有规划的安排外，自然也少不了仙奴们开始全新生活的热情。毕竟在这个世界上，可没有任何一个奴主能够将他们这些仙奴当作正常生活的子民，哪怕比起一些大城市，甚至是仙界的宗门家族，他们也并不会觉得比贫民窟好到哪儿去。毕竟宗门的宗主和家族的族长可不会像他们的奴主这般亲切，毫无架子。所以仙奴们获得了如此的情绪价值，自然也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更多的动力，为我创造更多的价值。而这便是社会管理制度的意义所在。我当然发现了，你的这些仙奴看起来不仅精神，还有气质，
就真他妈跟那些史书里记载的仙子一样。换作是我，老子一天晚上换一个。显然，我有些高估我这位邻居的思想小物了。林峰少爷，那什么，林少，我也回去培养培养我那仙奴的气质，你忙你的。或许这家伙格局和思想是差了点儿，但他一定懂得如何在任何环境中生存。如果他要是在哪里英年早逝，绝不是因为他看不清形势，只可能会是与太多仙奴有了交集，然后染上了某种疾病。怎么？林恒少爷，2件大事。林恒少爷，我刚刚去临仙城为您打听高级货的时候，终于有了点消息。哦，毕竟我现在最缺的就是像穆庭瑶跟云清河这样能获得仙奴手册认可的仙奴。我是从一个在各个城市跑的游商那里打听到的，据说上个月的魔潮对各个城市的影响都非常大。尤其是西域那边以草植为生的游牧家族，现在他们正在往国都的方向迁移，去向总治司申请新的草原领土。而其中一个带着不少仙奴的游牧家族，估计再过2天就要经过临仙城了。林恒少爷，临仙城估计很难找到高级货了，要不您到时候试着去联系联系这些游牧家族。去别处打听仙奴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毕竟临仙城就那么大点的地方。真要有灵根净度合适的仙奴，我早就得到消息了。行，如果真有我要的仙奴，你的粮食和零食我1分都不会少。多谢林恒少爷。少爷，还有另外一个消息，我回来的时候路过了城主府，看见城主曹和在亲自召集人手。你看，现在整座临仙城里，谁都知道灵衡的贫民窟俨然成为了一片独立的领土。而这种事情，在任何一方城市的管理者眼里，都是需要立刻解决的不稳定因素。只不过这些天来，城主府一直都没有消息，才会任由灵衡的贫民窟野蛮生长。但如今，城主府突然召集人手，就连我都能猜到他们的目的是谁。那么林衡，等等，他怎么还笑了？终于把他等来了。他们过来时，记得敲门通知我。第2个点数慢了许多，10几天也只到70多。云清河这边灵石倒是越来越多。来泡仙灵之泉，等会儿出门。主人，是有什么危险的事吗？说不上危险，但也不是来找我喝茶的。没关系，师姐，有我们在，谁也动不了主人。主人，我看书久了会有些疲惫，会不会影响您安排的工作？看书久了会累，很正常，进度变慢，也许和看书的意愿有关。如果看累了，就做点别的。谢谢主人，这方面我可能还得请教师妹，师妹好像永远不会累。师姐，因为我收获到了成就感。成就感？昨天我为主人下了整整50枚灵石。林恒少爷，血病尸妖和城主曹和到了。为什么他们在贫民窟外等？难道不该在小院门口吗？人多就能进去抓人？那屋子你进得去吗，蠢货？再往前一步，都会死。仗着人多，可笑。林少，忙你们的，下午到点下班。我们今晚可能不在家。对了，别早退，否则考勤奖励就没了。这个月可是2枚灵石。当然不会。早退？考勤又是什么东西？原来是城主大人来了。上来。林衡，城主大人带足了诚意，让你做临仙城的仓吏主事，每年都有同样丰富的报酬。切，就这点灵石，还要1年？这一箱还不如我2天产的多。运气好，1天就够。不好意思，我对当官没兴趣。林衡，你别太狂妄，等临仙城完成重建。怎么，又准备抓我？一箱灵石买不到他的野心，他想要的是占地为王。林衡，我知道你的打算，但这不是我真正的诚意。我手下打听过，你最近是否在找仙界有背景的仙子？怎么想送我仙奴？他是临仙城城主，绝不会这么好心。并非寻常仙子，他虽然年纪不大，可是上古宗门宗位继任者。